东禹国24年，先帝驾崩，皇孙景义继位。摄政王南允成把控朝政。义熙之前，摄政王南允成处死5名皇子。先帝景义之父英年早逝，先帝妻子只剩其一，名为景玉。主子，是否要处置七王爷景玉？留他一命。是。坊间传言，摄政王南允成痛恨皇室，以各色理由处死皇室血脉，东禹国迟早要落入外姓人之手。先帝年幼，唯一存活的七王爷景玉不思进取，唱衰东越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谣言传出，七王爷景玉乃是天选的九州之主。九州之主，东禹国才是九州之一，本王一个闲散王爷，居然能成九州之主，封建迷信不可信呐！几天前，他穿到了这里，成为了七王爷景玉女扮男装的王爷。景玉的母妃是先帝宠妃，为了不失宠，在景玉出生时谎称自己诞下皇子，实际上却是个女儿。先帝仁慈，知晓了此事，也没有惩治母妃，只是命令景玉不得暴露自己的女子身份。几天前，东禹国风雨飘摇，几个哥哥轮流被处死。原来的景玉受不住惊吓，把自己给吓死了。倒霉了一辈子，可算捡着一次便宜，活着多好呀！有吃有喝，赛神仙。因为九州之主的预言，大臣们纷纷踏进王府大门，要景玉振作起来，带领先帝遗中推翻摄政王，让东禹国称霸九州。各位叔叔爷爷，一个谣言而已，不至于吧？现在东禹国不是挺好的吗？王爷如何能不思进取至此啊？我等冒着被摄政王发现的风险来找王爷，就是希望王爷能报仇啊！报什么仇啊？哎呀，王爷，摄政王杀了你5个皇兄，如今小皇帝还在摄政王手中，如今东禹国已经全然落入摄政王之手，王爷难道一点都不恨吗？这个本王几个皇兄不是贪污就是强抢民女，还有强占百姓田地，总之他们的罪名很清楚。至于把控朝政，那不是先帝的遗旨吗？王爷啊，您这是被骗了。先帝驾崩时只有摄政王在其左右，谁知道遗旨是否有被篡改？几位皇子虽然玩了些，可毕竟是皇室血脉，岂能说处死就处死？那各位想本王怎么做？提把刀去刺杀摄政王，还是冲进皇宫让他滚出东越国啊？就本王这小胳膊小腿，摄政王一巴掌我就没了。本王的意思是，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本王天生力弱，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各位还是请回吧。我的妈呀，终于走了！到底是谁传出的谣言啊？这么想让我死啊？听说是清平寺近日来了位游方和尚，为东禹国运批了一卦，得出这么个结论。别烧了这封建余孽！云峰拜火了吗？这大白天的，王爷要火干什么呀？本王昨天不是跟你说了，要烧了这清平寺。王爷，送火要入罪的呀。哼，入罪就入罪。兄弟，借个火。好特么帅。多谢。施主还请手下留情。你到底是和尚还是道士？穿道袍又顶个和尚头。佛道本同根，均为世道之所，何必分你我？施主想必是来寻在下的吧？你谁啊？贫僧空无，近日游方至此，夜观天象，算到有缘人至，方在此等候。你就是那封建余孽，说为什么害本王？施主息怒，天象如此，贫僧也只是如实告知。但贫僧所言确实为施主带来麻烦，因此特意等候在此，为施主化解困惑。化解困惑？行，我问你啊，那摄政王现在对我有没有杀心呢？仍有。靠，我就知道。本王再问你啊，如何才能消除摄政王对我的杀心呢？此事需施主用心思量，方得破局。思量？老和尚，你看啊，一般来说，要化解这种仇呢，要么
我当他的狗腿子，要么他当我的狗腿子。但是很明显，人家是摄政王，不可能当我的狗腿子。所以你觉得摄政王是断袖的几率有多大？兄弟，你没事吧？不是。还有啊，摄政王喜欢打牌九吗？我很擅长啊。施主莫不是打算哄得摄政王欢心，以此减轻他的敌意？不，我是要抱他的大腿，所以要投其所好。施主为何？为了活着呀。施主，凡事若有心，必能有所得。贫僧相信你定能逢凶化吉。奇奇怪怪的，怎么了这是？兄弟，你是不是被吓傻了？愣着干啥？分开找。你别怕啊，他们估摸是冲我来的，不会为难你。兄台得罪了何人？兄弟，古人说得好，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方才听闻兄台提及摄政王，为何不认为是他？不瞒你说啊，兄弟，摄政王想杀我，就跟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哪需要这么多人呢？我出去看看，你多好啊。林峰，我去，你这么牛啊！王爷，是有高手帮忙，咱们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行，你等会儿啊，见鬼了！王爷，我害怕尸体，我们快走吧。行，走吧，愣着干什么？走啊！瞅你给吓的，满头大汗的。回去后找几个人把这里清理了，毕竟是佛门清净地。是，王爷。王爷，你再不通报就闯进来，本王就送你去宫里当太监。王爷恕罪，属下一时莽撞。说吧，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又有大臣上门了？不是，今日在清平寺，那位是什么玩意儿？你好好说话。今日清平寺那蓝衣男人是摄政王南允城。你说什么？王爷，我想提醒你来着，可你压根不看我呀。王爷，您别吓属下呀。林峰，你说摄政王有没有可能是个聋子，间歇性的那种？据属下所知，摄政王武艺高强，耳力比常人都要好上不少。造孽呀！林峰，去账房支取银子，有多远走多远吧。王爷，您林侍卫，何事？宫里传来旨意，命王爷即刻进宫见驾。王爷，您不必太过忧心，此刻已经过了早朝，摄政王应该已经离宫回府，兴许是小皇帝想见您，毕竟啊，您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了。你确定？据属下所知，摄政王除了早朝，一般都不会在皇宫待太久。得嘞，去皇宫。七皇叔，这么一本正经的做什么？找我有事？听闻七皇叔今日遭遇刺杀，想看看七皇叔，可是摄政王不许我进出皇宫，所以只得麻烦七皇叔跑一趟。没事，我没受伤。那就太好了，朕只有七皇叔一个亲人了，七皇叔一定要保重自己。摄政王到！我去，你怕他？怕。好巧啊，我也怕。皇上，西南水灾加重，明日早朝，皇上需提出减轻赋税，给西南官员吃颗定心丸。朕知道了，多谢摄政王提醒。哎，好巧啊，兄弟。七皇叔，你就是跟摄政王有过一面之缘，没有别的事。如此甚好。本王先回去了，你们聊。生活不易啊。王爷借了本王的火折子，似乎还没还啊。火折子在王府，摄政王家大业大，应该不缺这一个火折子吧？缺。你长得帅，你牛皮，那我一会儿差人给您送过去。不必，本王随王爷去一趟王府便可。那可真是太好了。王爷，你没事吧？听说您前脚进了宫，那天杀的摄政王随后就去了，你没缺点什么吧？我没缺什么，恐怕要缺点什么的是你。参见摄政王。这边，摄政王请。摄政王您坐一会儿，我去拿火折子。不急，东夷皆知七王爷景玉懦弱胆小，如今看来传言并不可信。没有，我还是很胆小的。能在尸血遍地中从容不迫的人，胆小。不瞒您说，我那是被吓傻了，回到王府哭得稀里哗啦的，那叫一个害怕呀！今晚肯定还得做噩梦啊！所以七王爷认为自己的胆子很小。当然小啊，我看见蚂蚁都不敢踩。本王倒是有不同的看法。九州之中，能在本王面前泰然自若坐下的，不超过5个。上一辈子沾染的坏习惯，一开始讲故事就忍不住盘腿。都是故作姿态。王爷，
属下拦不住钟丞相，他一定要见您。林侍卫不是说王爷正在见客吗？莫不是以为老夫年纪大了就好欺骗了？钟丞相，有事我们去大堂说。外头人多耳杂，还是在王爷的书房里说吧。王爷，老夫是个直性子，今日来找王爷，是关于今日在清平寺王爷被刺杀一事。多谢丞相关心，刺杀一事真相未明，等到抓到幕后真凶再说不迟啊。哼，王爷何必胆小至此啊？能请动孟玉楼的人，除了摄政王南允成还有谁呀？孟玉楼？王爷常年居于王府，不知道孟玉楼也正常。那是一个江湖暗杀组织，行踪缥缈，难以联系。能请动孟玉楼，必须是有权有钱的人。在这东宇，除了摄政王，老夫不做他人想。那个钟丞相啊，摄政王没有理由一定要杀我呀，要杀我在新帝登基那天就杀了，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吧？哎呦，王爷呀，摄政王恨东宇皇室入骨，杀你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啊？若是他不敢逆天而行，恐怕如今东宇皇室已然换了姓啊。恨皇室？为什么？此事关乎先帝，王爷不必多问。总之你记住，南允成永远不可能忠于东宇国。王爷，你万万不可轻信于他呀！此次的刺杀事件是个绝好的机会，臣等已然筹备完毕，只需王爷到时指认，摄政王就是刺杀你的真凶。其余的事，王爷不必多问，臣等必会保王爷一世安于。丞相，你们该不会是要造反吧？造反？王爷是失了心智了吗？如今东宇朝权尽在南允成手中，臣等不过是清君侧而已。王爷只需耐心等待，臣告退。你怎么还在啊？本王的火折子还没拿到。我的亲哥呀，人家都要造反杀你了，怎么还惦记着火折子呢？我给你买100个好吧？本王似乎不愿意听钟丞相的话，为何？我又不傻，给别人当刀使，我还能开心怎么的？王爷难道就不想除掉本王？毕竟时时刻刻防着别人杀自己，睡觉都不安稳呢。摄政王觉得自己会输吗？不会。既然如此，本王的性命始终还在摄政王手中，钟丞相意图清君侧，必然做了万全准备，相信摄政王亦有对策。人间对麦芒死的是普通士兵，是黎民百姓，要是能让东隅更好也就罢了，那可以算是必要的牺牲。可这样的行为除了内耗，并没有任何好处啊！上位者只能看到自己的得失或者失势，可本王懦弱惯了，朝中人皆言本王无皇子风范，唯一尊重本王的是那些黎民百姓，他们敬我20余年，本王也不能太自私了，不是？七王爷的意思是，宁死也不愿意成为那把刀。这个死我还是怕的，所以摄政王要不要合作呀？合作？本王会想办法从钟丞相那里探听一些消息，知己知彼，摄政王可不费一兵一卒解决麻烦，不好吗？王爷所求为何？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只是不想看到战争而已啊。至于别的，既然没有伤到你，就留钟丞相他们一命吧，年纪那么大了，也活不了多久了。钟义文想要本王的性命，你却要本王留他一命，七王爷莫不是以为本王是圣人？我开个玩笑，摄政王您随意随意。火折子先留在你这里，待此事了结后，本王若还活着，再给本王买100个送到摄政王府。啊！七王爷，皇上召您前来是要为你先前被刺杀一事主持公道。朝中有人指认是摄政王收买了孟玉楼的杀手，意图取王爷你的性命。王爷可有话要说呀？丞相请慎言，方才丞相只是提到对方是孟玉楼的杀手，跟摄政王有何关系？哼，七将军莫不是打仗打多了，脑子也糊涂了不成啊？七王爷乃先帝所剩的最后血脉，在这东宇国，除了摄政王，还会有谁对其动杀心呢？按钟丞相的道理，本将军出门所遇匪贼，恐怕也是钟将军所雇。毕竟我妻从一生保家卫国，在这东隅，除了钟丞相，也没有人会对本将军动杀心。你该不会要我出声阻止吧？南允成是要趁机杀了钟义文一干老臣。都给本王闭嘴！父皇魂魄未绝，你们就在仁德殿上不知尊卑，不懂礼法，怎么都想造反吗？王爷恕罪。本王从不上朝，
也不理政事，竟不知道本王的性命在众大臣眼中如此重要。王爷今，本王让你开口说话了吗？王爷恕罪。你们想知道本王被刺杀一事是何人所为？好，本王今日就给你们一个交代。钟丞相，臣在。你口口声声说是摄政王请了孟玉楼的杀手加害本王，那么本王问你，你是从何得知杀手是孟玉楼的人？又是怎么知道摄政王雇了孟玉楼？清平寺香火不旺，当日可是门可罗雀，本王就当丞相关心本王，派了人暗中保护，因此得知了本王被刺杀一事。可当日刺杀本王的杀手全部死绝，无人生还。请问丞相，你是如何知道他们是孟玉楼的人呢？王爷呀，臣对东域皇室一片忠心，你如何能如此污蔑老臣呢？丞相误会了，本王并不是说丞相派人刺杀本王，只是此事疑点重重，刺杀当朝王爷，罪名非同小可，必须彻查清楚再下定论。丞相以为呢？敢问王爷的意思是？本王的意思是，刺杀之事到此为止。父皇打下东域江山，曾亲自披挂上阵，与众将士同生共死。本王身为父皇之子，岂能被一群江湖杀手取了性命？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诸位不必替本王操心。王爷说的是臣等莽撞。老板，100个火折子，现在就要。真是对不住啊，公子，店里的火折子被另一位公子给包了。您看，您要不过几日再来？谁买这么多？我。小兄弟，打个商量，赢我100个如何？好啊，你确定？当然，拿走吧。多谢，这个给你。不用，助人为乐，乃快乐之本。本少爷今天心情好，送你了。那怎么好意思啊？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好啊，那你可别忘了。不会忘。喂，叫我？记住了，我叫牧野。行，我记住了。七王爷还请稍后，主子说还要亲自查数。你们主子平常就这么抠吗？小人不敢妄议。谁送来的？给我扔出去！扔出去！哎，美女，姑娘，生气归生气，动我的东西做什么？你再盯着本小姐看，信不信本小姐挖了你的眼睛？舒小姐，这位是七王爷，是主子的贵客。七王爷景玉，我听说过。怎么，怕自己性命保不住，来求我师兄收了你？本姑娘最讨厌就是你们这些断袖之人。姑娘，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是来还债的，不是来那什么的。不是，你当本姑娘是傻子吗？红绸铺里不是求亲是什么？这是我欠摄政王的100个火折子，并不是求亲。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本姑娘？毁了再说。好不容易白嫖的呢，这是造孽呀！他跟南允城真是八字犯冲，不仅被他欺负，还被他的小情人欺负。姑娘手下留情。你还想说什么？你不就是喜欢摄政王吗？这么怕他被人抢走，不如把他牢牢抓在手里啊！东域这么多人，男男女女你都要防，多累啊！你有办法？当然，我可以教你追他。追？就是帮你得到他。真的？当然，我们去那里说。姑娘叫什么名字？舒心。好名字，掐指一算，你就是摄政王命定的人呐！真的？可师兄不喜欢我，他只是因为师父的嘱托才照顾我的。比真金还真呐！摄政王是人中龙凤，要想与之连理相结，肯定不易。舒小姐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吗？南允城不喜欢的，他必须帮啊！当然不，你刚刚说有办法，你帮我，我可以帮你抢皇位。这个就不用了，姑娘诚意满满，帮你是应该的。在舒心期待的眼神中，景玉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看过的追男18式。首先啊，男人不喜欢太主动的，至少表面上不能太主动。可是如果不来找师兄，他平时根本想不起来我。哎，舒姑娘别急，表面不主动，但是其他方面要刷足存在感。比如在他忙碌的时候，默默给他添一碗茶；在他休息的时候，给他扇扇风；或者在他洗澡的时候，这个不好。姑娘还是闺阁女子，这个不好。不，我可以。除此之外，舒小姐可会什么乐器啊？小时候父亲逼着我学过一点古筝，这个好啊。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弹上一曲相思，再硬的男子也会软了心肠的。还有，男人都喜欢温柔的，一定要微笑。你想啊，摄政王每天日理万机，疲累的时候看到一张漂亮的笑脸，不喜欢都难呐。还有呢？还有就是做饭，要抓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抓住他的胃，让他吃习惯你做的饭，以后只要他吃饭就会想起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就先说这些，舒小姐自己多想想，要根据摄政王的性格用不同的方法。一定要记住一点，夜晚是人情绪最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出招一定有效。谢谢你七王爷，我跟师兄成亲时一定好好答谢你。不用，都是应该的。到时候南允城别杀了他就行。那个舒小姐啊，绝对不能让摄政王知道是我在背后出主意，否则就不能体现小姐您的精巧用心了。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师兄知道的。什么事不能让本王知道？既然师兄来了，
辛辛告退。就这一次，以后受折磨的就是南允城，想想还是很开心。齐王爷好像很开心。无债一身轻嘛，还完债当然开心了。摄政王要不要查查数啊？王爷似乎对于自己被刺杀一事并不关心。王爷可知，孟玉楼接下来的刺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是说他们还会来杀我？王爷若是想活，不如和本王合作。合作？景玉脑海里闪过4个大字：与虎谋皮。至于插青刀的南远城，天杀的，这不要脸的！气死大爷了！这次居然要他主持科举，这群人是把他当刀用习惯了是吧？你说南雨城是不是个变态？齐王爷慎言，有本事你杀了我呀，我就骂他。南雨城就派你一个人保护本王，你能护得住吗？本王听说孟玉楼是江湖第一暗杀组织，从没有失过手。主人吩咐，赤镜定会拼尽性命保护王爷。哼，你要是没保护好本王，本王变成鬼，要趴在南雨城的床头，天天吓唬他。林峰，你再用那幽怨的眼神看着本王，信不信本王把你扔池子里喂鱼啊？王爷，他是谁啊？他嘛，王府新来的侍卫。是林峰没用，保护不了王爷。哎，行了行了，你玩的。这位是摄政王派来保护本王的，好像是摄政王手下什么卫的第一人，是吧？你放心，你才是王府的第一侍卫，本王还是宠着你。外人跟自己人哪能比呢？言外之意是告诉林峰，随便欺负，打不过还不能使阴招吗？摄政王府的赤羽卫，您就是赤羽卫中的第一人。赤境大人，赤境大人，求您收我为徒。您的幻光剑法举世无双，出神入化，无人能敌呀！您只需要指教我几招，我这辈子就圆满了。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敌我都不分，太丢人了。赤境卫从不收徒，若你愿意，我可以教你几招，日后在王府还请多指教。不，谈不上指教，我这就去把我的房间腾出来，给赤境大人您住。除了王爷，就属我的房间位置最好了。就这猪队友，南允城能把他杀100遍，再剁100遍，他都反抗不了。古人心情不好都怎么发泄来着？对，喝花酒。公子，喝酒还是听曲儿啊？快来，咱们这儿啊，什么姑娘都有。给本公子找个地儿。好嘞，您放心，一定是最好的位置。公子您楼上请，那边的位置有官人预定了。兄台又见面了，你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兄台这么快就把我忘记了，看来请吃饭一事也不记得了。当然记得，本公子岂是言而无信之人啊！就现在请，走。兄台这次可要记好了，我叫牧野，撒野的野。不会忘了。还不知道兄台叫什么？我叫景玉。景兄不如跟我一起坐，我正好预定了2个位置。你有朋友？没有，我只是习惯定双数。这不是七王爷景玉吗？既然知道本王身份，还不下跪行礼？切，你还真把自己当王爷了？你以为你是谁呀？谁不知道东宇七王爷懦弱无能，还敢自称本王？身本阶。申公子，你爹见到本王还得行礼，你是觉得你脖子上的球不稳当，不想要了是吗？申长顾的侏儒儿子非常喜欢玩弄俊美的少年。你算什么东西？我爹说了，你是最没用的王爷，只不过是仗着那点血脉才能活到现在。本来你老实待着也没人管你，结果你非要抢监管科举的活儿，你以为你抢下来就能守得住吗？我爹！闭嘴，不许在王爷面前胡说八道。拜见七王爷。你又是山海经哪一页的妖怪啊？在下乃户部侍郎赵仪之子赵方毅，也是本次科举考试的学生，还要称呼王爷一句老师。本监性子急，刚才说的话并非真心，还请王爷不要往心里去。哦，那本王要是不说呢？王爷，他对本王不敬，本王就要治他的罪。申长顾教子无方，同罪，你又能奈本王何？受在下直言，本监虽然不敬，但却没有说错。以王爷的能力，并不足以应付科举。东隅科举乃是为了替东隅选拔人才，负责人不仅要负责监管，还要负责监考以及确定最后的中举名单。可在下并没有听说过王爷有这方面的才能，您又如何能指导一众考生？便是强权之下，文人傲骨亦不能屈。文人傲骨？你没听说过，是你孤陋寡闻。本王还从未见过谁人能将自己的孤陋寡闻说得这般理直气壮。你到底是怎么从院士中考出来的？你爹批的卷子？王爷可以侮辱在下，却不能侮辱家父。好，既然王爷不认可，今日在下便斗胆与王爷比试比试。你说比就比，那本王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啊？王爷是不敢啊。激将法没用，这样吧，本王跟你比，不过比试总得有个彩头吧，不然多没意思啊，还不如回家睡大觉。赵方一道，王爷待如何？你想做什么？本王要他的眼睛。王爷何至于如此恶毒？
恶毒，本王便是恶毒又如何啊？你就说你敢不敢赌就是。赵兄，跟他赌，一个无能王爷，我还就不信能有多厉害。本街他要的赌注可是你的，无妨，我相信你。你放心，我一定会保住你的眼睛。即使你出赌注，你想要他出什么？王爷，在下也讨个彩头，王爷不介意吧？随便。我要他。要是赵兄你赢了，我要那少年，我要在他白皙的脸蛋上撒尿，在他的手指上烫上属于我的烙印，在他身上。本王与这位公子素不相识，你们二人情比金坚，可互为赌注，他可不一定愿意把命交到本王手里啊。景兄，这是说的什么话？你我相识就是相识，不必隐瞒。我相信景兄，拿去赌吧，左右不过一具躯体。你疯了？景兄对自己没信心吗？他可是被那群怪物调教过的，那群人只要开赌，从来都是赌命，他从未输过。把命交给别人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景兄可不是什么别人，我相信你。我最讨厌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赌什么？3局2胜，第一局便由在下出题，王爷以为如何？说。为了公平起见，在下不会以己之长压人之短，你这一局赌9如何？你确定？在下确定。行，真好。好。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似乎还能感觉到温度，半晌都没有抬起头来。王爷，一人20坛，谁先喝完算谁赢，如何啊？开始吧。好啊，不愧是王爷，酒量真好啊。七王爷千岁，七王爷，七王爷。赵公子，说好的3局2胜，后面2局还赌不赌了？当然要赌，方才又没说一定是今晚完成，你只是赢了第1局而已。行啊，那你这又丑又小的眼睛，本王就先留着，他什么时候醒来，让他来找本王，否则本王就连他的眼睛一块儿去，明白？七王爷，做人莫要太嚣张。你说的对，不过不好意思，我一向嚣张惯了。老板，再上酒。你醉了，我送你回去。小朋友，别瞎说，我从来没有醉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懂不懂？好一个人生得意须尽欢。走，你喝就是不醉不归。参见摄政王。摄政王，你也来喝花酒啊？王爷，你怎么醉成这样啊？醉？我没醉，我自己能走。摄政王再见啊。王爷还是莫要逞强。我没有。带你家王爷回府。是，多谢摄政王。离我远点儿。啊，王爷，疼。雷锋啊，来扶大爷回去。南允城探究的视线落在景玉的脸上，唇红齿白，整个东宇就没有这样的男子。可若说她是女子，南允城看了眼桌上几十个空酒坛子，东宇也没有这般的女子。送赵公子回去。是，主子。摄政王，我等已经等待王爷快1个时辰了，这朝臣皆知七王爷不胜酒力，令郎既然选择跟七王爷赌酒，便理应料到他一时3刻醒不过来。可他喝的比我还多，明明就是装的，故意使计，让我以为他酒量不好，真是心思奸诈。所以赵公子明知七王爷酒量不好，却选择与之比酒，真是玲珑心思，聪明万分呢。多谢摄政王夸奖，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孙子兵法诚不欺我。逆子，闭嘴！连嘲讽的话都听不出来，简直蠢笨如猪。大家好啊，这天好像快转凉了，都没有前几日热了。来，把本王的冰镇水果放到这里来，还有冰桶放在摄政王旁边。瞅瞅这大热天，摄政王尝尝这水果，冰甜的，好吃着呢。王爷倒是会享受。嗨，那可不都是因为有摄政王您在吗？东宇国泰民安，本王才能享受啊。王爷，你休息够了吧？你我之间还有2局胜负未定，这第2题由本王出如何？你要给我开后门？王爷想多了，公平起见，免得王爷事后不认。我去，南允城，你到底哪边的？王爷以为呢？我猜你是海边的，管得宽。摄政王啊，吃葡萄啊，新鲜着呢。第3题便由七王爷出，各位可有异议？全凭摄政王做主。王爷认为如何？可以啊。昨天的白衣少年不在此处，莫不是想耍赖？耍赖？本王已经赢了1局，有必要耍赖吗？人我肯定是找不到了，你们如果一定要忍，本王赔给你如何？王爷，不可呀！不远处的屋檐上，一白衣少年冷眸微张，周身杀意尽显，他足上发力，准备朝王府去。这时肩上突然搭上一只手。少爷，不要冲动，只要王爷别后悔。南允城微微蹙眉，心底有一丝莫名的烦躁，却不知从何而来。瞥见景玉不当回事的笑容，南允城眸色微沉，不在意吗？
他倒要看看有什么东西露出真情绪。府上的冰窖可否一用？你要干嘛？第2局，谁能赤身在冰窟中坚持的久，谁便是赢家。赤身？摄政王，你口味挺重啊！科举为期3日，耐力很重要。俺那个大舅爷，景玉狠狠地把水果拿到自己怀里，又把冰桶挪回自己脚下，热死你个天杀的南允城！林峰，把伞给我往左挪啊！啊个屁啊！快点！景玉冷哼，不仅要热死你，还要晒死你。南允城将他的动作尽收眼底，揉了揉眉心。本王认输，直接开始第3局。为何不比？怕冷。摄政王，我们王爷体虚，还请摄政王见谅。多嘴。这第3局，本王问赵公子3个问题，只要你能答上来1个，就算本王输。赵兄，跟他赌，请王爷赐。你能用最快的速度把冰变成水吗？他将冰块捂在胸口，胸口凉了又换个地方，生生用冰块把自己身上抹了一遍。景玉恶心的后退一步，冰块只剩最后一点，赵方毅索性直接扔进了嘴里咽下去。只1盏茶时间，够快了吧？景玉有些没眼看，抹了身上又吃进去，是个狠人呐。如今我赢了。咦，谁说你赢了？难道王爷还有更快的方法？即便是将冰块放进热水里，也不如他的方法快。景玉孑然一笑，吩咐下人取来纸笔，当场写下1个冰字，随后划掉左边的2点。啊，这不就是把冰变成水最快的方法了？你耍我？题还是一样的题，只是不同的方法而已。输不起啊！既然你不服，咱们找摄政王评评理呗。这厮再敢给他掉链子，他就跟他同归于尽。王爷还真是玲珑心思。嗨，过奖过奖。这确实是将冰变成水最快的方法。只是王爷这字以后还是莫要再动笔了。我去，怎么了？纸上左下角的小字形如鸡爬，丑得令人发指。反观南允城写的字，笔势雄奇，姿态横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他不动声色地把纸盖上。不重要不重要，反正第1题本王胜。请王爷出题。好，请问赵公子，从古至今有哪个特别难的字人人都会念错啊？余光瞥到南允城似笑非笑的目光，翻了个白眼。笑吧笑吧，他就这点能耐。不得不说，南允城真是个变态。虽然他的问题都是脑筋急转弯，但在古代这样的逆转思维一时间接受起来是很困难的。可南允城只听了1题就能举一反三，猜到第2题的答案。如果没必要，他真的不想跟南允城这样的人成为敌人。王爷是差在下答的对与不对？当然不对了，不如请摄政王赐教。南允城今天的心情似乎还不错，也没计较景玉的挑衅，提笔在纸上写下1个错字。这回你们可不能说本王耍赖啊！摄政王都猜出来了。一旁的赤静眼眸微眯，竟然敢利用他家主子，主子不可能看不出来，却没有拒绝。错字可不是人人都得念错吗？哼，王爷你可真聪明啊！以后这种话可以多说。要不要看一场狗咬狗啊？南允城垂眸看他，灿若星辰的眸光此刻隐隐带着兴奋，红唇微扬，何处的气息柔软附着在耳畔。王爷想如何？本王可要出第3题了。说有个东西啊，你能做，我能做，大家都能做，一个人能做，却不能2个人一起做。你们猜是什么？你赶紧给我答呀！本少爷的眼睛要是没了，就用你的补。你自己惹是生非，活该！赵方毅，你说什么？你自己眼馋，想要七王爷身边的少年，才怂恿我跟七王爷开赌局。现在你又肖像七王爷，没想到突击不成18米。赵方毅，你找死！大的不下场，没多大意思呢。他们不会下场。摄政王，七王爷，小孩子胡闹无度，还请恕罪。摄政王，此事还请摄政王做主。七王爷以身作赌，本王没有插手的道理。申大人还是问七王爷的意见吧。让申本监把他家里的卵宠拉出来，让本王挑挑，本王选几个暖被窝。王爷竟有此特殊癖好，微臣稍后便将人全部送来。现在吧，本王等得起。摄政王今日很闲，比不得王爷。10多个少年局促地站在院子里，最大的不过15岁左右，最小的竟然有8、9岁的孩子，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一看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非人折磨。把人带去后院安置。是。行了吧，各位，各回各家吧，本王还有要事。哎，南允城，舒心小姐最近还好吗？王爷跟舒心很熟。不说，一见如故而已。顺子问问。他在本王沐浴时闯入，禁足10日。他真这么猛？王爷似乎知道些什么。不，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惊讶。南允城看他半晌，转身离开。景玉摸了摸自己的小心脏，吓死个人了。你先前说的那些法子我都试了，师兄他根本不动心，有没有别的方法？你家师兄该不会有断袖之癖吧？不许你说我师兄，肯定是你方法不对。好，我在想走淑女路线行不通，不如咱试试野蛮路线，硬来。我打不过我师兄，要是能打过，我早就这么干了。舒小姐，我想到了。真的？快
快说，只要能拿下我师兄，以后七王爷你就是我的大爷。突然，景瑜觉得后脖子发凉，本能的四周看，墙边的阴影处，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悠悠的看着他。舒小姐，你看那边是不是？七王爷天不怕地不怕，竟会怕鬼吗？七王爷救命啊！摄政王也是出来赏月的吗？南允城看了眼漆黑无云的天空，面不改色的看着他胡说八道。你们摄政王府风水太不好了，月亮到你们这儿就消失，也不知道是不是里面住的人心肠太坏，月亮都看不下去。想来七王府能赏月，不如七王爷带路。本王很好奇，月亮到底是何模样？那不行，舒小姐，本王要回去睡觉了。禁闭期间擅自逃离，加10日禁闭。夜半3更与男子私会，再加10日。若再逃，你便回去找师傅。本王此处容不下你。舒心不会再逃了。晚安啊，摄政王，本王要回去睡觉了。王爷都来了，何不尽付一叙？我跟你有什么好戏的？摄政王有事快说。夜半3更，孤男寡男共处一室，传出去惹人非议。南允城气结，按了按眉心，刚要开口，突然看到景瑜手指上的红痕。王爷又与人结仇了。摄政王这是问的什么话？为政之事，非是本王之意。景瑜愣了下，南允城这是在跟他解释吗？他的心突然砰砰跳起来，他为毛要跟他解释？本王既许诺科考期间护你，便不会出尔反尔。致敬也领罚，你若还气，将人领回去出气便可。你不怕我把你的人弄死？你还没那个本事。靠！景瑜气得脑袋发懵，他就不该对南允城有什么期待。摄政王，真让人污蔑到了，你会怎么做？王爷希望本王如何做？是我在问你。通敌死罪，本王会替王爷准备上好的棺木。景瑜一愕，再见。王爷还是离舒心远一点为好。本王乐意。说完，他把门摔得啪啪作响。职员等人以为有情况，一个个慌忙赶来，却发现景瑜大摇大摆的出了摄政王府，而他们家主子正悠哉悠哉的喝着茶，唇边的笑意清浅平和。在他手抓住地面的一瞬间，居然有人踩了他一脚，而且力度不是一般的大，他的手指居然麻了一瞬，本能的松开手，正在想怎么回事，头上突然照下一片阴影，一个人影砸在他身上，带着他一起再次掉下悬崖。昏迷前，景瑜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南允城，你大爷的！几乎是立刻，他反手捞住景瑜的身体，单手揽住，直至稳住。去崖底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景瑜悠悠转醒，察觉到腰上的力度，本能的想给南允城一刀，然而从他的角度看，南允城脸上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顺着下颌线滚落，划过喉结，直入心膛。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吃力，却还是紧紧地搂着他。雨滴打在周围的树枝上，说话也听不清，几乎是贴着南允城的耳朵说：下面有平台，往下去。他解下身上的腰带，指了指两人的腰，意思是绑在一起，他带他下去。景瑜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生死面前没有男女之分，可当整个人贴上南允城的身体时，景瑜还是不免脸热。幸好雨下得大，南允城专心找借力点，没有发现手心的灼热印在他的后腰，让景瑜被雨水浇透的身体重新暖和了不少。把剑给我，抱紧我！我说停，你一定要停住！信我，我也信你。我说停，立刻停住，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好。南允城整个将他抱在怀里，将他箍得紧紧的，身体的重量全在他身上。景瑜很想骂人，抱这么紧干毛线？景瑜心跳得飞快，计算时间，1秒半，停。南允城抱着他旋转，认吧，就在这儿。景瑜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察觉到南允城抱着他，在藤蔓上轻踩几下，随后两人跌落在平台上。他看向南允城，这个人还死死地抱着他，从怀里乱摸，居然还真的有。火堆升起，景瑜先把束胸和里衣烤干穿好，才放心去帮南允城脱衣。血重新开始流，没有纱布，只能用衣服暂时粗暴包扎。南允城不知何时已经醒了，条件有限，你忍忍吧。七王爷如何在此处？我来发言行了吧？你老人家又是怎么会掉牙的？孟玉楼追杀。孟玉楼追杀你，不是应该追杀他吗？是冲本王而来。那还好，那还好。对了，好歹我也帮你治了伤，要能活着回去，你得替我撑腰啊！后世的申长固找人害我，以王爷的身手，申长固害不了你。他联合了北国的那谁叫什么雪明的，我打不过他，天天告我通敌，真正通敌的是他申长固。若能活着回去，本王必管。这还差不多。往上找，崖底没有，再搜。七王爷，孟玉楼为杀我而来，你留在此地，我去引开他们。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逞能？别搞什么牺牲精神了，你快过来。这看起来是一扇门的形状，推不动。有机关。景瑜和南允城坐在墙后，颇有种大难不死的轻松。只不过下一秒，景瑜脸色就难看起来。摄政王，咱们这回恐怕是甩了群狼进虎窝啊！我靠，什么东西啊！
这快成精了吧？从哪里出来的？蜘蛛攻击景玉不成，转头爬向南允成。我在这里。南允成目光复杂，来人，小畜生，比你更大的也都宰过。景玉握着匕首暗想，要是有枪就好了。南允成暗中调息，压下心底的怒火。不要硬闯，他反应迟钝，你要以巧取胜，别被他发现你的位置，找机会攻击腹部。你是不是傻？我动作轻了，他第一个找上你。不过有一点你提醒了我，弱点应该是在腹部才对。社长，我也算是为你拼命了，我要是扛不住，你要是能出去帮我照看下七王府吧。七王爷今可放心，你若身死，本王会让七王府上上下下全数陪葬，包括凌风。算你狠！刺中了。景玉心中一喜，脑海里的想法刚出现，身体急速下降，想象当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是南允成。南允成，好歹也算共患难过了，能不能别天天老想着杀我呀？啊！本王从未想过杀你。那你对我好点啊，救命之恩呢？虽然躺在南允成的怀里挺暖和的，但是景玉还是强撑着站起来。温香暖怀影响他打天下，刚站直，右腿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疼痛，人又重新摔回南允成怀里。腿断了！南允成，你怕是要负担我后半辈子了。祖传正骨手法，七王爷不必客气。我客气你妹！你后背的伤给我看看，我这也是祖传手法，看在大家共患难的份上，给你友情价。本王给七王爷正骨可是免费。那怎么了？是你自己不会做生意，不知道有没有毒啊？若有毒，七王爷也不会如此的生龙活虎。我没有生龙活虎，我很虚弱。所以七王爷是在暗示本王为你。这个那都不好意思啊，不过救命之恩嘛，我要那块焦黄的肉。南允成侧眸打量身旁人，摄政王可别一直盯着我看，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断袖之癖吗？景玉嘻嘻的笑着，看到南允成瞳孔有一瞬间的收缩，更是笑得开怀，动作一大扯到伤口。不行，太疼了，你给我讲讲南家的事呗。七王爷不怕知道的太多，死得更快吗？我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呢，还断了条腿，你得对我负责。其实本王也并不知先帝杀我全族的原因。先帝赐死，赐死还修这么好的墓？七王爷似乎一点也不了解先帝。什么意思啊？无非是尘埃落定后的弥补，为了他心中的那点愧疚。可赐死的原因呢？按你说的，南将军对我父皇很重要很重要，是什么原因一定要赐死他，而且是全族？南允成眸光微闪，安静听着。墓室里安静极了，景玉知道南允成在想事，自己休息了一会儿，开始找出路。耳边传来低声的呢喃：没事了，这里很安全，你可以休息，我不会让你死。景玉睡得并不安稳，嘴唇冻得发紫，身体冰冷。七王爷有罪了。南允成说着，动手去脱景玉的衣服。现如今只有两人肌肤相贴，共同取暖，才能度过危机。南允成将景玉揽在怀里，手指探上景玉里面的腰带，轻轻扯开，刚露出一截细腰，南允成的手腕突然被死死抓住。你要干嘛？这里很冷，你身体太凉了，可这衣服我没办法帮你取暖。景玉握着南允成手腕的力度开始减小，他没力气了，可他的身份绝对不能让南允成知道。七王爷，景玉叹口气，正要说话，突然听到一阵男人的哭声。我就是想哭，我家王爷没了还不让我哭吗？王爷呀，王爷，你死得好惨啊！是林峰。你哭也没用啊，我家主子还没消息呢，我都没哭。那是你没有心，你们摄政王府全都没有心，找死是吧？算了算了。清亮的哨声响起，主子，参见主子。摄政王，我家王爷呢？我家王爷在哪儿呢？你们一同在南山失踪，你有没有见过我家王爷呀？王爷，离我家主子远点。林峰此刻以为景玉死了，不管不顾的张嘴咬向赤静的手臂。林峰同学，你什么时候学会咬人了？王爷，王爷，你还活着，太好了！他身上有伤。王爷，你没事吧？没事。南允成你干嘛？景玉皱着眉盯着南允成的下巴，这是什么？公主抱？七王爷伤了胳膊断了腿，难不成还想自己走回去不成？那你背我不就行了？林峰背也成啊？对，我背，我家王爷该我背的。南允成垂眸看了景玉一眼，根本不理他。回摄政王府。是。华神医。华神医是白须白发，手指探上景玉的手腕，刚碰到手腕就被握住。别碰我！他收回手，景玉立刻闭上眼睛，再次陷入沉睡。摄政王，此人对旁人极为抗拒，恐怕只有待其清醒后方能把脉呀。麻烦华神医检查下他的腿，若他仍旧反抗，本王便不再强求。是。
烦请神医轻一点。启禀摄政王，此人腿骨断裂，但是幸好及时接骨，等病人醒来一并处理会比较好。那便如此办，请华神医在府中暂住，明日待他醒来，再请华神医救治。草民遵命。我想陪着我家王爷。没有本王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是，主子。世渊大人，你就让我进去看一眼我家王爷吧，万一他需要什么，都没个人在身边伺候。主子吩咐过，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我去看一眼，要是没什么事，我立刻出来，摄政王不会发现的。你就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林峰，哎，王爷，你醒了？这是摄政王府。是的，齐王爷，主子吩咐您在此养伤，您有何吩咐可告知在下。只是若要出府，恐要等主子回来。那麻烦帮我准备热水，还有干净的衣服，多谢。王爷，听说摄政王府没有丫鬟，林峰伺候你洗浴。谢谢啊，不用，去拿点吃的吧，饿死了。齐王爷，主子上朝归来，想请大夫为你治腿，请问王爷此刻是否方便？方便，进来吧。不知是齐王爷多有得罪，还请齐王爷见谅。大夫客气，你能帮我治腿吗？本王这腿可不能留下后遗症啊。劳烦齐王爷将腿伸出，草民需检查一番。昨晚回来居然不第一时间给我治伤，还是不是救命之恩了？摄政王昨夜匆忙将草民找来替齐王爷治伤，只是齐王爷防心过重。腿上突然传来剧痛，景逸脸都变了形，疼得话都说不出来，眼眶里蓄着泪。神医，齐王爷多有得罪，只是断骨之症可大可小，王爷不想留下后遗症，草民必须慎之再慎。那你查出什么来了？齐王爷可以放心，此正骨手法极为专业，定不会留下后遗症，只是3个月之内王爷不可再伤到此腿，否则神仙难救啊。齐王爷有事。摄政王，你别告诉我你忙着让神医给我治伤，自己身上的伤忘记了吧？没忘，劳烦齐王爷。景逸一脸懵逼的看着南允城关门脱衣服，然后将整个后背露在他面前。你怎么不让你手下帮你上药啊？我手重。无妨。我说南允城，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这伤昨夜为什么不让人处理啊？你以为你自己是神仙啊？景逸也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板着脸将纱布分成几份，拖着断腿去门口吩咐下人送热水。南允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死了，是你自己找的，本王求之不得。北雪学主在东隅，本王受伤的消息不得外泄。那赤静和赤渊呢？他2人没有王爷专业，要收钱的。本王倒是很有钱。摄政王记得付诊费啊。南允城垂眸看眼前的人，面相生动活泼，就有些女相。齐王爷放心。行了，你出去吧，我再睡会儿。齐王爷，这是本王的房间。那怎么了？我救命之恩呢？住你房间怎么了？我就睡这里。摄政王后背有伤，反正睡不了，找个舒服的软榻趴一趴吧。齐王爷为何不问本王关于申长固之事？怎么，他死了？那有什么好问的？等我好了，我要他老匹夫也尝尝吊在悬崖峭壁上的滋味。华神医方才说过，王爷3个月之内需静养。等我弄死那老匹夫再养。他到底是为何会觉得这齐王爷是个讲理的主？约莫是伤口太深，失了判断。王爷，属下觉得这摄政王府不能待了。哦，为何？摄政王不是个好人。他本就不是好人，你家王爷我其实也不是好人。不是，王爷，属下先前在摄政王府闲逛的时候，听到有女人的哭声，还有叫喊声，那叫一个凄惨呐！摄政王一定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景逸眼睛发亮，这么刺激的吗？属下听得分明，绝对有女人。在哪儿啊？带我去看看。要不等半夜吧，王爷，大白天的人多眼杂，要是摄政王知道自己的秘密被王爷您发现，说不定会杀人灭口啊！就好像晚上就没人了似的。晚上，南允城回来，惯例来看望景逸。摄政王，想不到你也不是传言中那般不近女色嘛。齐王爷想说什么？没什么，就是想衷心劝告一句，摄政王近日要注意休息，男女之事要节制，否则伤口不容易好啊。王爷又从哪里听到了些什么传言？他的视线落在林峰身上，林峰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不敢抬头。我腿，不行了，腿疼，这头一疼，腿更疼。哎呦！南允城眸色暗沉，倏地转身离开了景逸的房间。我说你以后见到南允城，能不能给我正点脸啊？他瞪你一眼你就跪，本王瞪你，你怎么不跪啊？王爷，您能跟摄政王一样吗？摄政王看属下一眼，属下都觉得后脖子发凉，真不骗您，整个东隅也只有您敢在摄政王面前那般哪般耍无赖、乱说话、没大没小，直呼其名，甚至还敢训摄政王。怎么了？同样是王爷，本王比他矮一头啊！王爷，林峰是先帝从族中挑选出来专门保护王爷的，当时先帝的话林峰一直记得。什么话？林峰清了清嗓子，学着先帝的语气道：齐王爷与朝政无关，你为他手下之人，
要谨记3点：不可与朝臣来往过密，不可以王爷之名逞威，切记不可与摄政王为敌。同为亲王，当以摄政王尊。反应过来，就被赤渊捂着嘴带到远处。实在不行，赤渊小伙子挺帅气的，可他平日里都找不见人。那要不试试我家林峰？七王爷，他不配。你师兄没有喜欢过女人吗？没有，师兄小时候一心习武，后来去了战场，再后来南家出事，他连个笑脸都没有，别说女人，男人都没有。他男女通吃啊？不知道。七王爷想知道什么，不如直接问本王。师兄，书仙练功呢？南允城的气息逐渐靠近，身体突然腾空，南允城将他抱了起来。南允城，你抱本王抱这为本王的终身大事，是否也操心上瘾？还好，没有很操心。还是说七王爷不死心，要与本王成就断袖之情？你别乱说！对上南允城戏谑的目光，景玉反应过来，被耍了。他脑袋往南允城怀里一磕，虚弱道：“哎，不行了，腿疼！哎呦，疼死我了！”南允城无语，明知道景玉是故意喊疼，他还是不由得脚步加快，将人送回房间。南允城，你忘恩负义！七王爷胆大心细，此为上上之策。那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啊？本王不会让你死。万一他有暗器呢？七王爷信不过本王。信不过，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这厮居然要他回七王爷府，又写明现身，真是上上之策呀！写明因为申长固的事，连续被南允城抄了好几个窝点，损失惨重，报复不到南允城，一定会找他报复。这个时候让他诱敌，也就南允城这种缺德玩意儿能想出来。王爷不了解北国学主，此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你从他手下逃脱，他迟早也会取你性命。选明神出鬼没，鲜少暴露行迹。若这一次能抓住他，此后七王爷便不必日日防备。防备的睡觉都睡不好，如何能养伤？赤渊在一旁心惊胆战，他从未见主子做事跟任何人解释过，主子做事向来都是令行禁止，待事情结束，他们才会明白主子的谋划。可这一次，主子却跟七王爷解释的这么清楚，这位七王爷有什么特殊之处吗？那你可得小心点啊，我还伤着呢。七王爷放心。哎呀，南允城家的厨子做的饭真好吃啊！王爷呀，摄政王府太吓人了，您别惦记了。昨晚呢，我听您把风，突然就晕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居然在自己的房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先帝挑来挑去，给他挑了个傻子吧。牧野桀骜的笑容在月光下一闪而过，下一秒人进了他身后的房间，地上残留着一片血迹。南允城突然带着人闯了进来。怎么了？雪明来了？没有。方才可否有人进了王府？没有啊。主子，属下们一路追杀到七王爷府，人突然消失，所有出口已被封锁，那人一定在七王爷府。怎么的？要搜查？南允城抬眸盯着景玉身后的地面，那里有一片血迹。七王爷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进王府了？景玉垂下眸子，闷声道：“没有。”很好。南允城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定定地看了景玉半晌，随后转身离开。不知过了多久，牧野悠悠转醒。你没有把我交给南允城？孟玉楼楼主，景兄聪慧，你就不怕我杀了你？你孟玉楼可是一直在追杀我。我这条命，景兄想要就拿去，不用跟我商量。其实南允城讨要人的时候，他就隐约猜到跟孟玉楼有关，毕竟他是被孟玉楼追杀才会掉下南山，以南允城的性子，一定会端了孟玉楼。没想到牧野居然是孟玉楼楼主，他想救牧野，只是因为牧野跟他曾经是同一种人，救他就好像是在救自己。可在南允城眼里，恐怕他已经变成了跟他仇人一伙的了。你为什么要杀南允城？死仇。废话，不是死仇，能要死要活的追杀吗？景兄放心，本来往景兄这里逃，只是为了在临死前兑现承诺，如今死里逃生，必不会牵连景兄。承诺？先前不是答应过景兄要回来喝酒的？喝吧，身上那么多伤口，喝点酒也好，不那么疼。清晨，枕边放着一张纸条，只写了2个字：珍重。想来南允城不会放过牧野，而牧野不会放弃杀南允城，两个人之间只有一个能活下来。景玉翻了个身继续睡，跟他没关系，死一个干净，死2个消停，省得他心惊胆战的。王爷，皇上宣您觐见。你就说我死了？不是的，王爷，属下听说申大人被摄政王扣押后，说他之所以宁愿通敌都要置您于死地，是因为你想杀摄政王。然后呢？南允城信了？信了呀，说是要你亲自当着众大臣的面给他一个解释。我解释个溜溜球啊！狗日的南允城，明显是在公报私仇。看我虚弱吗？虚弱。又在断腿上抹了一圈血，配上白衣，腿上的血迹格外的刺眼。走到的南允城，大爷这腿可是为了救你才断的。王爷这是怎么了呀？前几日救了个白眼狼，把腿弄断了。王爷还真是善良。给七王爷赐座。七皇叔，
你还好吧？可要御医给你看看。本王看七王爷好得很，不必请御医。放心吧，没事。七王爷，申长固申大人因为通敌之罪入了大狱。他曾言，之所以通敌，是为了要取七王爷你的性命，而之所以要取你的命，是因为七王爷有心要害摄政王。对此，王爷可有什么话想说呀？那摄政王怎么说啊？本王以为申长固说的不尽是胡言，意思是摄政王也认为本王想害你。这时南允成突然朝他走近一步，俯身看他。七王爷没有吗？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景玉几乎能感觉到南允成身上的温度，他眉心微微蹙了蹙。七王爷良善，为了救一孩童尚且能做到如此地步，如何能有心害人呢？哼，本王确实善良。他读懂了南允成眼神里的意思。本王若不是良善，这偌大的东宇江山怎么会拱手让给外人？南允成满意的勾了勾唇。七王爷可知什么叫祸从口出？本王不知，本王只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整个大殿寂静的像无人存在。既然七王爷并没有加害摄政王的意思，摄政王莫要受奸人挑拨呀。钟丞相不必多言，本王心中有数。点到为止，南允成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南允成一身黑色朝服，他垂眸看着身前悠哉的身影，视线一转，落在他腿上。七王爷断腿是不会流血，更遑论是黑色的血带毒，要你管！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当着众臣表现出你我关系不好的样子？看来在七王爷的眼中，你与本王的关系很好。救命之恩呢？突然他想到昨夜的事，心虚的轻咳了一声。南允成的心思没在这上面，请七王爷谨记，你我日后便是欲杀之后快的仇人，平日里只是表面客气。原因？皇宫耳目众多，不便多言。本小姐给你面子才翻你家墙，你敢说本小姐是贼？你就是谁家好姑娘翻别人家的墙头啊？还大白天的，我要抓你去见官！有本事你来试试！舒心小姐，你这是逃禁闭了。舒心小姐，手下留情啊，那是我家侍卫。七王爷如此聪慧的人物，怎会有这么废物的手下？景玉嘴角抽了两下，这怎么听着都不像是在夸人。舒心小姐找本王有事？七王爷生舒心的气了，是因为这个侍卫很得七王爷倚重吗？对不住，我许久没与人动手，方才下手重了些，你原谅我可好？我没有，不是，是我技不如人，小姐不必如此。那你是原谅我啦？是我没事，王爷，是林峰武艺不精。行了，去擦药吧。是。舒心是来感谢七王爷的，顺便邀请七王爷参加舒心明日的生辰宴。生辰宴？是啊，说起来还要感谢七王爷你。先前王爷你不是说要我找一个别的男人对我好，刺激我师兄吗？我就试了一下，果然有用。我师兄果然是在意我的。厉害了，舒心小姐找的谁啊？是有位的人？当然不是啦，七王爷你绝对猜不到，我跟我师兄说我看上七王爷你了，我师兄果然立刻不开心了，那个脸色我从未见过，太吓人了。果不其然，他立刻解了我的禁闭，还主动提出要给我举办生辰宴。要知道往年我的生辰师兄人都不会露面的。七王爷你的法子真好用，不过就是有点对不起七王爷你，师兄主动提出要邀请你去我的生辰宴，肯定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不过你放心，我会护着你的。哎，七王爷你怎么一副要哭的样子？景玉欲哭无泪，什么叫看戏看到自己头上？他现在可算明白，舒心小姐你为何选中了我啊？因为只有你地位比较高啊，虽然你无权无势，个子也不够高，相貌倒是不错，但是比起我师兄差远了，不过将就用吧。七王爷你不开心吗？要是舒心跟师兄喜结连理，你可就是我们的大媒人了。没有不开心，成人之美嘛。想不到我追了师兄这么多年，一下子有了这么大的进展，感谢老天爷保佑。七王爷我跟你讲，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我师兄脸色大变的样子，我一说我喜欢七王爷你，他一下子脸就沉了下来，我当时差点笑出了声。七王爷你真是我的福星。那明晚的生辰宴我一定要去吗？当然，我师兄说了2遍呢，你一定要去，你不去席都不准开。师兄一定是吃醋了，说不定明天我们之间还有新进展。七王爷你明天一定要有点眼力劲儿，我跟我师兄能不能成就看你的了。关我什么事啊？景玉很想哭，别人谈恋爱他不仅要当电灯泡，还要当媒婆，还得有眼力劲儿，他图啥呀？哎呀，七王爷你帮帮舒心嘛，是你教我的方法呀，你要负责到底。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古人诚不欺我，他就是为了整一整南允成才教舒心追他的，结果弄巧成拙，居然还帮了南允成一把，自己成了炮灰。狗日的南允成倒是抱得美人归了，他呢脑袋上还悬着刀呢，没人性的臭情侣。
王爷，大晚上的您是在扮鬼吗？你在府里养伤，今夜本王去摄政王府。王爷是要去求摄政王放你一马？去找虐。舒心小姐，是我，开门呐！我给你带了绝世神药，保证今晚南允城逃不过你的手掌心。齐王爷就这么关心本王的事？摄政王，好巧啊，你怎么在这里啊？本王若不在这里，怎会知道齐王爷煞费苦心的替本王思虑诸多呢？哎呦，腿好疼啊！景瑜身体骤然腾空，男人的温度近在咫尺，宽阔的胸膛衬得自己格外娇小。南允城抱人上瘾啊，和他不敢说，理亏在先，被人占便宜都不敢吱声。南允城，今天不是舒心小姐的生辰吗？怎么你府中连点人气儿都没有啊？他的生辰跟我摄政王府何干？景瑜大惊，渣男，他可是你师妹啊！那是师傅选的徒弟，本王将他留在府中，以尽了同门之谊。景瑜撇嘴，真是冷漠无情的男人。绝世神药。我这么一说，我哪能有啊？本王问你，你是否真的喜欢舒心？那个南允城，你冷静一点。这个喜欢一个人呢，要讲究方法。这个，你只需回答本王是否喜欢舒心。不喜欢，谁敢喜欢你南允城的女人呢？是因为舒心小姐要刺激你，故意说喜欢我，我这不是配合着演戏吗？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情趣都没有。所以并不喜欢舒心。不喜欢。如果他是个男人，他肯定喜欢柔弱的，最好每天在他怀里嘤。既然如此，齐王爷以后离舒心远一点。知道了，大醋缸子。舒心小姐呢？我来这里是来参加她的生辰宴的呀。本王让她去岐山取遗物，并在山中设了迷阵，她今晚离不开岐山。今天是她的生辰呢，本王何干？你牛皮，谁跟你都没关系，祝孤生吧你。那舒心小姐不在，那我可就回王府了。主子，饭菜已备好，送进来。吃饭了吗？你家赴宴之前还要吃东西啊？南允城，你家厨子有没有徒弟之类的？送我一个吧。要是顿顿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我的伤肯定10天就好。伤筋动骨100天，齐王爷莫要不当回事。那要是吃得好睡得好，肯定不用100天。齐王爷从本王手中夺走了梦玉楼楼主，又要本王的厨子，未免太贪心了。不知道摄政王在说什么？什么梦玉楼楼主啊？齐王爷，你保不住他。人都到我眼皮子底下了，总得做点什么。本王竟不知齐王爷是个古道心肠之人。你知我不是。哪儿来的猫啊？银山怎么会有猫？这猫好大呀！这是小老虎，不会伤人，离它远点就是。这老虎最多才出生3个月，正是贪玩的时候。这小老虎就是第一次见到人，觉得新奇，而且它身上没有难闻的味道，说明还没有开荤，不会吃肉。谁放的箭？是我啊，王爷，是我射中的。本王是否说过，进山后不许猎杀野兽？说过。地面开始震颤，四周的小动物纷纷逃命。一只巨大的老虎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大老虎在看到小虎崽子的一瞬间，虎啸声传遍整座山，他4条腿跑动，很快将虎崽子叼进口中。虎须猛然炸开，冲景玉一行人冲了过来。他怒了，我去引开他，你带所有人在原地等我。利落的空中翻身，到了大老虎的后背上，老虎吃痛，在原地发足狂奔。闪开！飞身而起，在老虎即将靠近的时候，举剑刺中老虎鼻子。山的另一头，果然还有一只公老虎。齐王爷每次遇险都非要以命相搏吗？废话，来帮忙！还有只公的，马上要来了，先解决它。心里突然扑出了一个东西，是那受伤的小虎崽子。迅速将小虎崽子抓离到远处，撒在他的伤口上，可止疼止血。齐王爷最好不要做什么以死相报的事，本王不受死人之恩。忽然他看到南允城脸色大变，是公老虎回来。景瑜借足财力登上母老虎的后背，他俯身贴近母老虎的耳朵，母老虎吓得浑身发抖，前脚跪下匍匐在地。南允城还在跟公老虎缠斗。齐王爷好兴致，摄政王这么厉害，本王便偷个闲。要是想活命，就让他臣服，否则就是死，明白吗？母老虎发出悲鸣的声音，不远处公老虎长啸回应，然后公老轰然倒地，头趴在前腿上，沿路哀求。齐王爷又要做好事了。做好事怎么了？山中有灵，能不杀就不杀。2只老虎已经匍匐在地，不会再反抗。2只凑到一起，互相舔舐着对方的伤口，时不时发出低低的吼声，像是在交流。为护10名侍卫，差点丢了性命，齐王爷觉得很值。凑合吧。摄政王身材不错嘛，肩宽腰窄，肌肉匀称，还有腹肌呢，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伤疤。
在景玉眼中，那可都是勋章，真不错。齐王爷莫不是还在打着将本王变成断袖的心思？是啊，摄政王觉得如何？本王怕你承受不起。那么凶的事我都训了，还有什么承受不起的？不如摄政王考虑考虑。齐王爷下来与本王共浴，本王便考虑考虑。景玉老脸腾的一下红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到底他是现代人还是南允城是现代人呢？这人怎么能比他还露骨？太诱惑了。那个不用了，影响不好，主要是车速太快，他心脏不好，受不了。南允城喉中溢出轻笑，嘴角上翘，睫毛上沾着几滴水，眨眼时水珠从脸颊滑落至下颌，随后流向喉结，在下面是胸肌、腹肌，顺着小腹往下。景玉猛地捂眼，真是要了亲命了。隔着指缝偷看，景玉很是感慨，一个男人怎么能好看成这样？看来齐王爷真的对本王很感兴趣。不，景玉瞬间清醒，那个我就是觉得那瀑布挺好看的，挺大的，水花好看。齐王爷不如亲自来感受感受。此刻南允城就像个魔鬼，一步步引诱他下水，他的女儿身就藏不住。不了，本王怕水，我去那边等你。公老虎试图站起来，喉咙里发出威胁的声音。这时母老虎突然低吼，公老下眼神幽怨。景玉失笑，还是个怕老婆的。母老虎冲景玉低低的叫了一声，送你个礼物。景玉满意道，不错。齐王爷口中的礼物便是这只老虎，还是只怕老婆就是妻子。南允城沉默，在动物界啊，母的才是老大，这是事实。以后摄政王要是娶了夫人，说不定也是这般呢。王不是替有的，还是个霸道妻，有摄政王好受的。南允城冷冷看他，行了，温柔妻好了吧？南允城脸色更冷，更生气了。男人心海底针，南允城的心起码是落在太平洋里的针，这辈子也别想找到。那是咱们主子，怎么跟在齐王爷屁股后面？主子不能暴露身份，当然要收敛气势了。你看主子跟在后面的样子，像不像齐王爷的男宠？你小点声，真不怕死啊？你见过哪家男宠能用老虎当坐骑的？那不就是？这时景玉身下的母老虎突然低吼，百兽现身。百兽朝拜，神迹呀！山鬼之主驯兽王陈山鬼，山主现身，百兽朝拜。可是山鬼之主历来都是女人啊！百兽朝拜，真是壮观呢。大约是母老虎在向他示好。摄政王，你看本王这聘礼够不够隆重啊？真不考虑跟了我？不如齐王爷考虑跟了本王，本王以江山为聘。摄政王不怕被人说是断袖吗？齐王爷都不怕，本王怕什么？你赢了。好痛！你想干啥？书上说山鬼之主历来都是女的，你让我摸一摸，我看是不是？本能的去看南允城，正好对上他幽深的眸子，他也放低声音，却故意让南允城听到。你懂个屁啊！那是因为我驯服了百兽之王，被误认为成了山鬼之主，不懂就闭嘴。山鬼可不会认错主啊！还说不说了。会说话吗？他站起身，拉着景玉往山林深处走，下面有洞口，不高，你在上面等我，要是出有轻功了不起啊！齐王爷若想学，本王可以教你。真的？齐王爷虽天资愚钝，但胜在不怕死。雏鹰出飞时都是被直接扔到空中的，才学会飞。好好说话。王爷凡事都喜欢冲在前头，不怕死也不怕痛，正适合这种学习方式。你以为我愿意啊？王爷亦是血肉之躯，但是我厉害啊！南允城蹙了蹙眉，有些异样的情绪从胸腔一点点蔓延开。怎么了？不是。没事，你抓着我干什么？松开！本王怕黑。南允城，你把我当傻子是吧？上次在墓室那条道那么黑，也没见你怕。那次之后便怕。他嫌弃地握紧南允城的手。行吧，真是太没用了。山中有银山，猛兽护卫，山鬼坚守，山鬼认主，需上交山中最贵之物，这是给你的。原来你也知道山鬼的传说啊？东隅历来有山鬼，曾有记载，山鬼率百兽助东隅平乱退敌。那为什么传言还说山鬼伤人，最是见不得人呢？无论是山鬼助人还是山鬼伤人，都出自于野史传说，没人亲眼见过。你想全部带走？不是说送给我的吗？这处悬崖没有别的路，齐王爷莫不是本王一趟趟飞来飞去？那也不是不可以啊。好了，挑几样够补齐粮草的就行，好吧？南允城低低的了一声。若齐王爷喜欢这些器皿瓷器，摄政王府很多，自去取就是。真的？那有没有金条之类的，或者元宝也行啊，方便。有，那就这么说定了。此物名为绿翡，凝神养气，睡觉时置于枕旁，可安眠。这么玄乎啊？给我了。景玉笑眯眯的收起来，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我们走吧。
身体腾空，你是不是帮我包上瘾了？齐王爷不准备下山了吗？天快黑了。好，我们先回去。你来做什么？齐王爷看起来日子过得不错。那不然呢？吃得好，睡得香，梦都不做。梦都不做。南允成脸色不善，也就是说，只有他一人由着那抹红色身影夜夜入梦。见过主子。齐王爷训练士兵的方式还真是别具一格。多谢夸奖，你也别这么无情嘛，人家赤静对你忠心耿耿，你别不理人呐。何时变得如此热心了，操心起别人的事？赤静现在是我的好兄弟了，我们一起洗过澡呢，身体都看过了，不算别人。一瞬间，赤静只觉得周身空气骤冷，微风都化作了锋刃，对准他的各处要害，只要他稍稍一动，便会被切成碎片。是吗？是。景宇瞅着南允成阴鸷的脸色，漆黑的眸子如同一滩洪水，平静的表面似乎藏着滔天巨浪。他突然有些害怕，这人怎么了？同样害怕的还有赤静，毫不掩饰的杀意。赤静已经无暇顾及其他，冷汗不停地从额头上流下，赤静一动不敢动。南允成，你吃醋了？大庭广众的，男人授受不亲啊！你松开我翻脸了！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啊？我的老腰啊！赤静颤巍巍的不敢抬头，直到察觉杀意消失，他才抹了把额头上的。你别逼我！南允成，你别逼我！南允成向来正气的脸难得露出一丝邪佞。逼你又如何？景玉那个气呀，这厮把他拎回来就算了，他服他力气大，拎回来还把他扔床上也算了，算个屁！但是这人压着他，算是怎么回事啊？景玉后脑勺痒得几乎挤出了双下巴，不过他太瘦，双下巴没有，脖子快断了。你离我远一点，你这样我容易对眼啊！他结结巴巴的，视线从南允成的眼睛到他的鼻子，最后到嘴，看哪里好像都不太对劲。南允成轻笑，眸底带着氤氲不清的情绪。齐王爷可以选择闭眼。被野兽压着，选择闭眼，那不是等死？太没面子了，居然让一个男的给压了。景玉又惊又怒又气，南允成呼吸清浅，他却完全没办法忽视掉从他身上传来的热度。好热啊，要是能洗个澡就好了。南允成，你别生气啊，虽然我跟赤静一起洗了澡，但你在我心中还是排第一的。见南允成脸色似有缓和，景玉趁热打铁，毕竟咱俩还共患过难呢，赤静那比不了的，不就洗个澡吗？小事情。他严肃道，你才是我最好的兄弟，至少暂时是，毕竟南允成够强，只要他够强，他就是他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兄弟。最好的兄弟。南允成眯了眯眼，要与齐王爷做兄弟。景玉一脸惊奇，那不然你想做什么？姐妹啊？那可不行啊，我是男的。不等南允成说话，他又道，妹夫也不行，我不喜欢舒心的呀。好了，他拍了拍南允成的肩膀，轻轻的推他，那个大不了下次咱俩一块洗，多大点事儿啊。眼看着南允成被推开一点，景玉松了口气，唇边绽放开一抹灿烂的笑容，眉眼弯弯的，熊鼻上还带着细腻的汗水，脸颊红扑的，红唇微张。刚要说话，南允成突然抓住他的手腕，重新将他压在身下，喉结滚动。齐王爷，本王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你这般笑？景玉气得瞪眼睛，怎么了？怎么笑你还要管？说我不是闺阁女子，还要笑不露齿？我就笑。他龇牙咧嘴，满脸不服气，这人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是打不过他，他能任由他乱来。南允成黑眸暗沉，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视线几乎是粘在景玉的红唇上，微微嘟着表示不满，却尽显娇憨。景玉看到南允成在发呆，更加不满。喂，我的腿还没完全好呢，你给我压麻了，腿疼。哎呦！几乎是同时，南允成松开了他，却不放开他，两腿迅速地将他的双腿夹在中间，上身微微撤开，眸底闪过一抹压抑。景玉看了看他们现在的姿势，打架的时候被这么锁住，他应该先出其不意攻其面部，然后趁敌人反击时，膝盖再攻击对方的下面，就能立刻扭转局势。这一招他用过很多次了，他的绝招可就是贴身肉搏，没有人能比他更灵活。力量不够的时候，就顾不得手段光不光彩了，只要是最后的胜者，过程不重要。正想动手，王爷，他们欺负我！放开我家王爷！原来是摄政王啊，我以为是刺客呢。王爷，你们方才是在切磋吗？景玉灿然一笑，蓦地一道寒冷的视线落在身上，他本能的抬头，顿时心头10000只小动物奔腾而过，真要被南允成气死！不让人笑是什么鬼毛病？他略略收了收唇角，看向林峰，你这是被抓了？王爷，你要为我做主啊！景玉整理了下衣服，走，给你做主去。齐王爷不是说要与本王一起？双面镜那种障眼法骗赤静还行，骗南允成那是此地无银300两啊！恕难从命啊，摄政王，我这受罚呢，这3天都不能洗澡，下次一定啊！好啊，那便等下次。南允成最近不太对劲呢，高将军，你穿这一身热不热啊？我不热，这是荣誉。你真不热？不许你学我说
说话。我没选你啊。他平时说话也不结巴，可看到景玉的脸，他就忍不住紧张，就结巴。看不到景玉，齐王爷莫要寻末将开心，选甲赛胜者披金甲，败者穿破衣，是南将军生前定下的，谁也不能违背，就算你是七王爷也不行，这是东营。本王没有打算违背啊，就问你热不热？要是热，为什么要蹲在太阳底下？那边不是有阴凉地吗？不要你管。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就不管。我喜欢晒太阳。喜欢晒太阳，是不是因为你太白了，想晒黑啊？你这样晒没用，我教你，一看到景玉的脸，我不需要。你需，我不要。你要。将军快跑啊，马上就追上了。王爷绕近路截他。跑不动了。齐王爷，摄政王洗好了。齐王爷在做什么？摄政王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老鹰捉小鸡？齐王爷是老鹰？当然啊，正好趁我的身份，马车干嘛不让给我坐？我讨厌骑马，勒得他大腿疼。军令如山，选甲赛倒数第一，没有资格坐马车，算你狠。王爷，要不属下跟你同乘一骑吧，属下控马，这样你就舒服多了。快上来！赤渊大人，你抓我做什么？齐王爷，前头马车的马性子实在烈，不知可否借林峰一用，助我共驾马车？行吧，我王自己骑。赤渊大人，这周围好像有刺客，我得去保护我家王爷。相信我，没有刺客。可刚刚我家主子也在呢，齐王爷不会有事的。倒也是，摄政王武功那么高强。南允城与他并肩前行，他身下的马突然痛苦嘶鸣。南允城飞身脱离马身。南允城，你的马性子太烈，你连老虎都能驯，驯不了一匹马。你们这马什么品种啊？一匹两匹的性子都这么烈，还是我运气好，遇上这么乖的一匹马。齐王爷确实运气不错。景玉傲娇的冷哼。有人控马，他也乐得轻松，不过就是姿势有点奇怪，他几乎是整个被南允城圈在了怀里，有时颠簸，后背还会贴到他的胸膛。开始困了，就放弃了挣扎。算了，大家都是好兄弟，困了靠一靠。身前的人脑袋一点一点的，南允城收紧双臂，将人禁锢在怀里，小小的身体搏斗时却能爆发出那般大的能量。到达摄政王府，南允城率先下马，景玉也跟着利落翻身下马，没有注意到身后那双打算接他的手。你怎么来了？想问你可愿随我一同去西南？你素爱蔬果，西南蔬果种类颇多，你定会喜欢。南允城，你哄小孩呢？就因为这，他走了一段又折回。那你可愿？好，南允城，我只休息一下。好，你自己可以，并不需要我。景玉满意的轻点头，不能让南允城知道他有一点点依赖他，不行，依赖这种感情太可怕。南允城看着景玉的眉眼，谁能想到睡容这么乖巧的人，杀起人来毫不手软。身后风起，南允城侧眸打向远处，一名赤羽卫往后翻滚躲。既是学主，何不现身？摄政王，本尊的散魂香可好闻呢？散魂香，散魂香，散气勾魂。知道摄政王内力深厚，本尊特意亲自调制，只散气无勾魂。现在几位的内力应该都没有了吧？内力越深者越难恢复，摄政王只怕个把月都无法恢复内力了。散魂香以人体入药，溶血为香，看来此人是学主特意送来的。不错，不过没想到竟是与梦玉楼楼主有关系之人。说起来，摄政王应该感谢本尊，若不是本尊送来此人，梦玉楼楼主是要杀你的。梦玉楼楼主也该感谢本尊，让你知道了父亲的死亡真相。哎呀，这么一算，本尊做了2件好事，要了各位的命，应该不算什么罪过吧？毕竟本尊是个好人呢，何至于此？学主费尽心思布局西南，想来西南水患迟迟得不到解决，也有学主的一份功劳。南允城，你这个摄政王解决不了天灾，就想怪罪在本尊头上。本尊是个好人，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做，却能将人做成香药。学主这好人为适当的轻松了些。哼，南允城，你以为你在这里拖延时间就能恢复内息吗？本尊说了，没有个把月，你休想恢复。想来学主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杀了本王就能入东域。那是自然，本尊要你的护城令。你休想！何时轮到你们与本尊说话呀？摄政王如何呀？摄政王如今是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呀，想来东宇迟早败于你手，不如交给本尊，定不让你东宇百姓受罪。东宇护城令为先父遗物，本王并没有带在身上。简单呢，随本尊返程去取，反正这西南水患也已经好几个月了，不差这几日。既是如此，七王爷果真不怕死啊！之后再找你算账，我回来救你，你还敢跟我算账？南允城，你给我等着！你要干嘛？本尊不是说了要东宇，不过七王爷何苦助他？若是你，本尊愿奉你为王，东宇长你我2人之手，岂不快哉？王爷，你不许伤害我家王爷！南允城沉怒到了极点，能不能把你这条又丑又小的蛇从我的脖子上拿开啊？拜你
你所赐。我咋了？就因为割破了你一件衣服，你里面不是还有好多件吗？雪明，管好你的舌啊！我这可是在帮你，他要是咬我，别怪我不客气啊！雪明只抬眸看他一眼，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倒出一枚药丸，塞进嘴里，嘴里吐出一大滩血。雪明晕倒在地上，再无动静。我去，不带你这么碰瓷的吧？你凶个屁啊！我在帮他，有本事你去找柴火，不如把你烤了，给你主人补补身子。哼，小样还治不了你，下次再缠我脖子就把你烤了。七王爷好能耐，欺负一条蛇。怎么了？我还不是为了帮你？你这身体明显是体内寒气太重，烤条蛇只能暖身体，蛇汤更是大补。倒是本尊该感谢七王爷了。哦，那可不，不过你这蛇太灵活，我抓不住，不如你自己抓吧，我帮你烤。小银伴我数年，你若烤了他，不如烤了我。你为什么一定要东隅啊？你要是喜欢就住东隅呗，住我王府何必非得抢啊？七王爷这是在邀请本尊入住七王府，算是吧。那若是摄政王看本尊不顺眼，要杀了本尊，七王爷待如何呀？不会的，你是我的客人嘛，只要你别去惹他就行了。先说清楚啊，我打不过他，你要是惹到他了，自求多福。可本尊看着摄政王似乎甚为在意七王爷呀。那可不，那是我大哥。七王爷好雅兴。南影城，你来了，你怎么那么狼狈啊？中了本尊的散魂香，内息全无，竟然还能找到这里，不愧是摄政王啊！内息全无，你该不会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吧？七王爷以为呢？那你速度可真快啊，都赶得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什么？没什么。南允城，你运气真不错。七王爷不想他死。可以吗？他被寒气反噬，至少2月，与废人无异。摄政王可想好了，今日你不杀本尊，本尊来日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你也记好，是七王爷救了你，你若想报复本王，尽管放马投报，本王必踏平北雪，9树除一。南允城够狂，9树除一是要覆灭整个北雪，将北雪从9州中除名。1个受重伤，5个没内力，那岂不是现在我最厉害？是的，王爷，刚才我试了，赤境大人连属下都打不过。你打他干什么？就试试。这段时间就由我来保护你们了。这次西南之行，我们2个任重道远呢，2个最菜的，如今翻身变成了最厉害的2个。景兄，你保护我们？你这种侮辱人格的眼神和语气是想怎么样？你动都动不了了，不指望我，指望谁啊？那就劳烦七王爷保护了。别客气，交给我，没问题的啦。南允城，你说准了啊，真这么干？是，七王爷只管放手去做。好嘞，林峰，走。王爷干什么去啊？奉咱们摄政王之命，大闹天宫。啥？小白，跟我冲！小银，你是小银呐，别他一叫你小白你就这么兴奋。原来我景兄这么强，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起我景兄？他曾经可是差点死在本尊手上。此事本王替学主继承，与你何干？我景兄救了你一命，你居然想杀他？小爷可告诉你，那是我兄弟，你敢动他，我孟玉楼日后专杀你北雪人。你是白痴吗？本尊都说了是曾经，所以现在无心杀了。你以为人人都似你一般无情啊？学主最好还是无情。你俩说什么呢？就看着我景兄一个人打这么多人呢？他需要练练手。何人敢闯本官的府邸？活腻了不成啊？那便是何昌平，年5时，膝下一女叫何青青，西南有名的才女。都住手！定是有什么误会，如此多人侵入一年轻公子，岂是我何府作风？还不退下！这何小姐还真是有意思，明明是自己家丁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说是自己欺负我景兄。林峰打得这么卖力，他好像没看见一样。你懂什么？少年公子风流倜傥，最是惹闺阁女子喜爱啊！摄政王，拜见摄政王。小女子青青拜见摄政王。那个何小姐看南允城什么眼神？怎么那么别扭？王爷，那叫青目。摄政王这般样貌非凡又气宇轩昂的女子，但凡是个女子都会忍不住倾慕于她的。为何倾慕于她不倾慕于我啊？我不好看吗？王爷好看是好看，就是长相太过阴柔，大多女子不喜欢这样的，她们喜欢摄政王那样高大体拔、举手投足皆是霸气的男子。我不霸气吗？七王爷霸气非凡，是旁人不懂。不比南允城，只一眼就让女子春心荡漾，暗送秋波。何大人，本王给你1刻时间解释，为何水患之时难民不准入城？下官从未说过难民不准入城此类话。水患刚出之时，各地就出现了瘟疫，因此下官便在城外一处空地搭棚派兵，将难民安置在那里了。何处？不若待下官摆下接风宴，小女轻轻抚琴作陪，待洗去一身风尘后再行前去。南允城，他想贿赂你，用美女。七王爷很不满。当然，这么多人呢，为什么就给你安排美女啊？何大人，好好听着，真的是知府大人下令不许难民进城，我们才会劫他们的，否则再给我们几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呀。他们进不了城，迟早也是死。摄政王明鉴，下官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好，我现在就带摄政王去看难民。
还有多远？还有3里地，很快就到了。你别急我，就这么点地方，不急急怎么做呀？你不是会飞吗？你重伤了还能飞呀？废物！这2个小厮真是没规矩。小厮，老头儿，你是不是活腻了？小爷我看他也是活得不耐烦了。本尊倒是许久不曾杀人了。你刚杀了我二叔，替你报仇，不客气。木叶无语，景玉翻了个白眼。何处来的狂妄小儿？摄政王在此，岂能轮到你撒野？何大人，这一位要做什么，本王还真管不了。摄政王，这是何意啊？是不是好奇我是谁啊？哈，你竟敢当着摄政王的面刺杀朝廷命官，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了？杀你就杀你，还要挑见证人吗？景兄，这老头不是好东西，死不足惜。杀了做什么？交给本尊，下一次定是谁都无法压制。哼，还不如杀了。老头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左边那个把自己裹得跟个雪球一样的，据他自己说很出名，北雪雪主；右边那个傻不拉几的，据他自己说在西南很出名，孟玉楼楼主。何大人，哎呦，怎么哭了？看来是听过呀。雪主孟玉楼竟是真的存在。你俩怎么混的？居然被人以为不存在，啥也不是。木叶无语。本尊行事一向低调。我也。何大人别害怕，我呢是个讲道理。我问你啊，你的好侄子长斌强抢民女，一利诱其家人不得报官一事，你可知道？知道，不过是个粗使丫头。虽然小斌是蛮横了些，可他给了那女子许多好处，他的几个哥哥也入了官府当差，皆大欢喜啊。我都说了，死不足惜。哼，皆大欢喜，除了被强迫的女子，好一个皆大欢喜啊！此事我也只是大致清楚，事后小斌才告知于我。若是我提前知道，定不会让他做出这种事。此事与我无关呐。好了，小七，别闹了，留着他还有用。南允城叫他什么七什么？写明和孟爷爷看鬼一样看南允城。本尊都与你说了，图谋不轨。我景兄是个男人，那又如何？南允城要什么？世俗伦理能拦得住他呀？可我景兄是正常人。本尊与南允城为对手数年，天底下没人比我更了解他。南允城这个人看似光明磊落，实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是他要的，便是一定要得到的。那我景兄岂不是很危险？正是。那该怎么办？杀了南允城，本尊入主东域，你景兄便只是你的景兄了。再见。那个雪球说这难民收容所不对劲，如果这个难民收容所是假的，那真正的难民去哪里了？我刚刚就该杀了他。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些难民全部死了。何昌平为了粉饰太平，故意造出一个假的收容所，为何不让我杀了他？不急，留着他还有用。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去会会那位何小姐。赤羽卫先后去西南，都失去了踪迹，最后传回的消息便是跟这位何小姐有关。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摄政王见美人心动，实在平常事，倒也不必如此遮掩。学主莫不是以为本王放你一次，你便性命无虞了？哼，恼羞成怒。行了，南允城，你快说，跟那个何小姐什么关系？赤羽卫最后传回的消息称，何昌平的女儿何青青知道他们在暗查水患一事，主动说有事相告。消息传回后，赤羽卫便不知所踪。这么玄乎？是不是何小姐告诉了赤羽卫关于水患的秘密？赤羽卫去查，然后出事了。为何不认为是何小姐所为？虽然这位何小姐看起来不太讨人喜欢，可怎么看都只是个弱女子。景兄，这个我就得好好跟你说说了。最毒妇人心，往往看似单纯无害的女子，说不定更加恶毒。传来审审不就知道了。拜见摄政王，父亲吩咐青青招待几位，几位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告诉青青便好。可敢与本尊赌一局？赌什么？赌这位何小姐不是个善茬。需要赌吗？小爷看不出来。哦，怎么看出来的？不安分。青青，还未请教二位大名。不配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青青唐突了。何小姐，不知你有没有见过来西南暗中调查水患的朝廷暗探？先前青青听说有人暗中查水患一事，便知是朝廷派来的人。摄政王，西南水患有内情，期间影响颇深，还牵连家父。青青本不该如此，可百姓何辜？青青实在过不去良心这一关，所以暗中联系了朝廷暗探。你知道些什么？隔墙有耳，青青不敢妄言。若二位想知道内情，今夜子时，青青等君一叙。景玉没有错过何青青在看到管家的一瞬间骤然苍白的脸以及恐惧的眼神。他看向了管家，瘦小矮个，精明能干，此刻恭恭敬敬的，很懂礼数。公子快请入座。青青，恭候多时了。其他人呢？那两位公子说何府不配请他们吃饭，自行离开了。别管那俩货，脑子不太好使。公子人真好，敢问公子
如何称呼？摄政王来了，快来快来，就等你开饭呢。何青青脸上燥热，青青拜见摄政王。她忍不住偷看南远成，脸红成了一片。来吃吃，吃饱了心情就好了。咋了？吃你的饭，何小姐，管好你的眼睛，若不想要，可自行回去。何青青吓得腿软，扑通一下跪下。摄政王饶命，青青不敢了，青青只是想瞻仰摄政王风采，再也不敢了，不敢了。南远成，你怎么对女孩子这么凶的呀？你倒是会做好人。景玉给他一个淡定的眼神，他不表现的热情一点，何青青怎么会信任他？何小姐，快起来，来来，坐下。瞅着这哭得梨花带雨的，真让人心疼啊！南远成揉了揉眉心，虽知道景玉是故意的，可见他扶着何青青的手，他的心底便不受控制的滋生出丝丝黑暗。他向来允景玉自由，无论是雪明还是牧野，他都看成是哄景玉开心的存在。可不知为何，他越发难以控制心底的魔鬼。特别是方才景玉说的话，娶妻生子，妻王妃，一想到这些，他便控制不住的心生杀意。便不知何时开始，他的一颗心不受控制了。原本以为他只需守着这个人，这人在他眼皮子底下，便是谁来也抢不走。何小姐，别害怕，我们摄政王平时不这样，他今天心情不好，因为水患的事，你懂的吧？青青明白，摄政王为国为民，是百姓之福。青青确实知道水患内情，可隔墙有耳，公子若想知道，入夜后来寻青青，青青定知无不言。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只见南云成大踏步迈过来，竟是将他给扛在了肩上。南云成，你别以为你跟我混熟了就能乱来啊！你给我松开，你要干嘛？南云成充耳不闻，板着脸将人扛走。景玉那个绝望，心里把雪明骂了一遍。不是说好的散魂香会让人手脚无力吗？是假货吧？他根本挣不开南云成的束缚。打不过他开始讲道理。南云成，你有话好好说啊，大庭广众的，你这样影响不好。好歹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注意一下形象行不行啊？南云成脚步停了一下，随即走得飞快。齐王爷要形象作甚？是想娶个西南女子当齐王妃？此时两人已经走向河后面的树林中，再往前该上山了。注意形象跟娶谁有什么关系啊？你到底怎么了？谁惹你了？我帮你剁了他。南远成以腿压住他的腿，单手抓住他的两只手腕，另一只手牢牢地扣在他的腰上。南远成，你离我太近了。南远成的脸离景玉很近，鼻尖几乎相碰，彼此间的呼吸交织在一起。他不舒服地动了一下，却被南远成低沉的声音吓住。别动。我就动。他不停挣扎，忽然觉得南允成身上越来越热。你是不是又中什么毒了？妈呀，不会是春药吧？我帮你找个女人吧。南允成，你说话呀，你别这么看着我啊，我可是个男的，你该不会喜欢男的吧？齐王爷都敢大言不惭，崇尚断袖之风，本王有何不可？我那是开玩笑的，世俗不容啊，是吧？你冷静点，你中毒了，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我这人确实挺招人喜欢的，毕竟长得好看，人又可爱，而且还热情好客，打架又厉害，吵架也厉害。而且南允成闭了闭眼，他实在是看不得面前这张一张一合的红唇，若不是怕吓着景玉。齐王爷还特别仗义啊？怎么了？你说。东隅未稳，新帝在诞下储君前，齐王爷不得成婚。还有这规矩？必须的吗？是，若齐王爷成婚，景玉便会皇位不稳。南允成，我不了解东宇形势，你别骗我。本王何时骗过你？南允成声音阴哑，黑眸弥漫着无数情绪，被他尽数压下。行，我又没说要成婚，多大点事儿，瞅给你气的，你跟我说一声不就完了吗？齐王爷对那何小姐体贴温柔，难道不是看上她了？景玉猛地抬头，一个没注意，鼻尖蹭到南允成的唇，男人身躯一下僵住，浑身肌肉紧绷，喉结轻动，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景玉对别人的肌肉变化很敏感，不过一般是对敌人，我那是为了证明我的魅力，看何小姐是喜欢你还是喜欢我。就为了这个？那当然啊，这事关男人的尊严，而且那何小姐见面就盯着你看，肯定对你有企图啊。作为好兄弟，帮忙是应该的，不用客气。帮本王做什么？咦，他不是约你子时相见吗？我这不是怕你温香软玉在怀，痛了烦心啊。你的赤羽卫见何小姐一次丢一次，你到时候丢了，我可没地方找你去。所以齐王爷是打算替本王去见他？他看你的眼神不太好，总觉得要吃了你。南远成眸底的阴郁一点点散去，像是浓雾中突然照进了阳光，微微发。你不喜欢？不太喜欢，他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喜欢。那便将他的眼睛给挖了吧。没看出来你这么霸道。行了，你松开，腿都麻了，你这毛病得改啊。也就是我吧，换个人还真以为你喜欢男人呢。你笑什么？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现在何小姐已经被我勾引到手了，事实证明我比你更有魅力。是，齐王爷风流倜傥，本王自愧不如。哼，还可
可以吧，反正还算有点用处。今晚我替你去见何小姐，帮你套话。不可。为何啊？你想跟何小姐厮混？本王对她没有兴趣。派往西南的赤羽卫不乏好手，更有比赤渊更强的赤羽卫赤幽，他们全部在见过何小姐之后失踪，你不可贸然前去冒险。这么可怕？王爷，王爷，在这儿。王爷，拜见摄政王。赤郡大人说找到了消失赤羽卫的踪迹，特来禀告。他俩人呢？探查太费力，他们没力气过来了。南云城，你是不是没中3回香啊？赤郡和赤渊走2步就没力气了，怎么你一点影响都没有啊？以内力制衡，如今本王却无内力可用。哦，南云城随赤境他们同去调查失踪赤羽卫，最后留下标记的地点。林凤，差不多子时了吧？王爷，还早着呢，刚入夜。确实差不多了。王爷，你要去哪儿啊？去见何小姐啊，我俩约好的。摄政王临走时吩咐了，不许王爷您去见何小姐。嘿，你是他的人，我的人呢？闪开！王爷，你真是服了。南允城一直不回来，他那边肯定查到线索了，这边总要有人去见何青青啊。不管是不是陷阱，只要他出手，我总能发现点什么。那就不能再等一晚吗？林峰，你知道我要去查什么事吗？知道，西南水患难民的事。是难民。林峰，西南水患已经过了，难民不仅仅只是受了灾，现在的难民，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承受的是饥饿、疾病和死亡。我可以再等一晚，他们等得起吗？南允城去也是冒险，我去也一样。行了，你在这里等着，等南允城回来告诉他，说不定赶得及救你家王爷我。王爷，摄政王定然能查到我们在此歇脚，小二会转交内信，属下要跟王爷一起去。林峰可能会死的，那属下自己去，王爷您在外等，要是出事了您就跑。被你打败了，走吧。小夏，公子快进来，是小姐命小夏在此等候。带路吧。小姐，公子快请坐。小夏上茶。是，小姐。何小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说吧，茶随时都能喝。实不相瞒，青青确实知道水患内情，那些难民真的好惨。何小姐说重点。是，其实事实就是咚，林峰整个人栽在地上，失去知觉。邢玉不动声色扫了何青青一眼，只见他嘴角笑容得意，满眼的势在必得。邢玉立刻闭上眼睛，轻揉太阳穴，然后学林峰的样子昏倒在桌上。林峰是真昏迷。小姐，他们怎么了？怎么突然晕了？当然要晕，男人香无色无味，只要是男人闻之必昏睡，天塌了也醒不过来，对女人却无影响。可真是个妙人儿，这模样若是女子，定为当世绝色，倾国倾城。可偏偏是个男子，看着让人恼恨。小姐，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他方才看本小姐的眼神无理至极，本小姐要挖了他的眼睛。本想着是个懂情知趣的，白日里那般温柔，本小姐特意打扮成这样，你却无动于衷，辜负本小姐一分心意，那就别怪我手下留情了。本来你命也是有人预定的，还想看着在你对我那般温柔的份上，让你死前风流。可是你自己知好歹，你想造反吗？小姐，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你不要伤害他好不好？有人要他的命，你以为我放过他，他就能活了？小姐，你不能杀他，他是七王爷。什么恶毒的女人，王室中人。行了，不杀就不杀，反正也活不了多久，把他们送去西亭镇，跟那帮贱民扔一块。景瑜在听到西亭镇3个字时，放弃了反抗的打算。小姐，要不要把他一块处置了？先不用，他不在了，我拿什么哄摄政王？行了，干活，本小姐自有分寸。是。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腐烂味，还有血水的腥臭味，越往前味道越浓。景瑜一颗心揪着，这里才是真正的难民集中地。就让这吧，反正醒了自己知道找地方，跟死人待这么久又还能活多久啊？算了，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哼，也是，都没人知道这里，连吃的都没有，活不了几天了。退出的2人脖子上已经被开了口，他拖着林峰离开。对不起，县衙也已经断了粮。断粮？那你们打算怎么办？还不知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定会想办法尽可能的救大家。如果没有人发现西南的情况，我们要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摄政王执掌朝政，水患伊始，就送了赈灾粮，是知府一手遮天，将这西南的天变得黑暗，蒙蔽上天。西南上万冤魂，定要那狗官血债血偿。既然我来了，就不会让你们到绝境。这里有没有赤羽卫的人？赤羽卫？阁下是摄政王派来的人？算是吧。他们还活着吗？赤羽卫都是男人，一定也是中了何青青的男人。你不是赤羽卫的人？当然不是。我问你，为何不离开这里？以赤羽卫的身手，那铁索桥拦不住你们。你如何能证明你是摄政王派来的人呢？你爱信不信，我没工夫跟你解释。除了食物药品还缺什么？把你们需要的东西告诉我，我出去给你们送过来。你出去，被送来这里的人，要么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要么重迷相后，废去内力，经脉堵塞，形同废人。不会害你就是了。是蚩尤无用，重一女子奸计，耽误大事，此件事了，定以死谢罪。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等南允城来了，自己跟他说。
说吧。主子来了。废话，景玉把林峰交给蚩尤。行了，在这儿等着吧，有事之后再说。帮我看看他，你灭中了一样的香，我去会会这帮丧尽天良的东西。敢问少侠大名？景玉。好了，跟你家主子一个磨叽性子。等等，七王爷要小心。虽然近日守卫减少，但废去我内力的人一定是个高手。等我养好伤，便一直在试探着闯出去，只是没了内力，力不从心。那背后人一直未曾出现，但定有那么一个人。七王爷小心呐，也请转告我家主子，这背还有高手。好，知道了。速速退回，否则性命不保。自上而下射向他，小心！人稳稳地落在岸上。放了我吧，求求您放了我吧，我错了，我有罪，饶我一命，饶我一命，我一定改。只有上帝才会接受你的忏悔。现在上帝还没出生呢，本小姐出任务，从不留活口。景玉一笑，纵身从哨塔上跳下，就地一滚，消失在黑暗中。本王问你，人呢？摄政王饶命啊！下官真的不知人在何处，下官未曾见过呀。既不知留你何用？饶命啊！摄政王饶命！请摄政王放过父亲大人。那位红衣公子在青青房中睡着了，他是半夜来寻青青的。父亲大人不知此事，请摄政王开恩。带路。摄政王这边请。快去请魏前辈，到他出手的时候了。是老爷。摄政王要带随从进去吗？屋里那公子只怕模样不太雅观。南允成若有所思地看了何青青一眼。你们在外候着。是。何青青嘴角抿笑。摄政王请进。他今夜定要将这个男人彻底收入群下。林峰的信上说他们去见何青青，现在七王爷却出事了。那主子两人对视一眼，冲向房间。下一秒两人齐齐待在原地。只见房间内，何小姐，有我一个还满足不了你吗？南允成这么说的你都要啊？南允成无语，上下打量景玉，见其无事。南允成紧绷的神经缓缓放松，任其胡闹。南允成，说好一起断袖的，你怎么背着我进女人房间啊？赤渊一惊，这太大胆了。赤静一愣，什么时候的事？莫要胡说八道，本王与他没有瓜葛。既是没有瓜葛，那我可不留情了。男人香从没有失效过。你为什么会？不等他说完，景玉翻身而下，手掌撑在南允成肩膀上借力，随后横起一脚，狠狠踢在何青青脸上。何青青娇嫩的脸瞬间肿得高高的。景玉伸了伸脚，只觉得自己帅炸了。他不知道南允成怕不怕男人香，急忙拉着南允成出了房间。现在南允成可不能晕。出了房间，南允成才打开进房间前封住的2处穴道。又杀人了？这话说的，这回你得感谢我，帮你找到了赤羽卫，还活着，但不太好。边走边说，情况紧急。为了节省时间，南允成带着景玉一路施展轻功前行。雪明不是说你1个月都用不了内力吗？若让他算准了，也不会与本王斗了3、5年，还未曾动东隅分毫。景玉忍不住笑，若是雪明听到，定是要当场跟南允成决斗。这人有时候还是挺坏的。景玉收了笑，还指向前方，那里才是真正的难民。南允成，你得帮他们。行了，你过去吧，我回去了。此间西南凶险，你与本王一道。那可不行，你管他们精神上的事，我管他们的五脏命，不然你不成给人画大饼了吗？你既然担不尽万户愁，我替你分2份。放心吧，等着我天亮时给你送粮来。走了。南允成盯着黑暗中好半晌，参见主子。个个8尺男儿红了眼眶，声音哽咽。西庭县令乔生良叩见辛苦了。摄政王，求您救救百姓们吧，他们快要活不下去了呀。如今情况如何？1个月来尸体上万，西庭原镇百姓及逃亡而来的难民共2万人，如今剩我监狱，若再过30，必再无生机。东隅南家独子南允成，受先帝重托摄政，今民之所监，为本王之责。西南数万冤魂已见，本王必涤浊清尘，还你们一片光明。赤羽卫听令，属下在，将所有活着的人全部带离尸体，分老青少幼，分队护卫。等到天亮，齐王爷会亲自送来粮食。啊，粮食？有粮食？真的有吗？有吃的，齐王爷。摄政王千岁，齐王爷千岁。一声声从低到高，从凌乱到整齐，含着感激，带着期冀。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不是困难，而是看不到希望的无助。当一个人的心都死了，那还怎么能活下去？多粮食也不怕撑死。兵书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批量的囤粮，只怕是暗养私兵啊。同意。协主大人，孟玉楼楼主。何事？景兄有事你说话，别这么叫我害怕。2位好歹也是主子，手底下怎么着也该有2个手下什么的吧？起来用用啊！我等奉七王爷之命，取粮赈灾。再派人去请魏前辈，就说生死攸关，他务必前来相助。明白了，老爷。七王爷，取用官粮需要上级批文，或是摄政王亲自下令，七王爷只怕没这个权利。这老头确实混腻喽。众所周知，我景兄最恨别人说他不行，特别还是跟南允成对比，没这个权
权利？何大人可能不太了解本王，我这个人呐，从来不需要权利，我要做的事从来也只有我想不想，而没有能不能。这时一队官兵从街道一头出现，本王倒要看看谁敢拦，往那边送，谁敢拦我就杀谁。你们跟着去，一直往南走，有一座铁索桥，送到那里，天亮前一定要送到，我答应过的。走啊，我锦绣好不容易开口让你办点事，赶紧的。他这是在兴奋。哼，白眼蛇，什么情况？不知。小白，你可比你主人强多了。雪明无语，他现在去抢回来还来得及吗？雪明和木野随着送粮队伍消失在街角。看你以一人之力独挡官兵，还以为是个有能耐的，不曾想竟是那官兵不成器呀！你不是老夫的对手。老头儿，我这辈子刀刃朝着过无数人，唯独不会朝着我自己。想让我自己了结，你打错算盘了。狂妄小儿，若你非要与老夫动手，只怕痛苦的是你呀！痛苦这种东西，扛过去便是胜。匕首狠狠刺下，可魏宗的速度更快。找西南外山野林树丛，便是绝地3尺，将整个西南翻过来，必须将人给我找回来，此为军令。西南全军得令。支援大人，那位红衣公子跟将军什么关系啊？什么红衣公子啊？那是七王爷。什么？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找。我告诉你，人要是找不到，谁都没好果子吃。南允城幽深的眸子望着黑黝黝的群山，眼底阴郁冰冷，时而一闪而过危险的偏执，心底的黑暗被一点点勾出。南允城掌心握着一个细小的银质手镯，细看之下能看到手镯上缠着坚韧透明的丝线，那是银蚕丝，亮时无形，暗时可见。而缠在手镯上的银蚕丝，九州只有一物，名为锁心镯。锁心镯，一人戴镯，一人持锁，以银蚕丝相连。世上最好的锁心镯，能让戴镯之人活动10里，超过10里。银蚕丝收紧，除非砍断手腕，否则只能退回安全距离。传闻中的东西居然真的有，还在南允城手上。哼，这有什么奇怪的？南家征战各方，各处的宝物都曾收缴过，只不过这锁心镯着实是个宝贝，不知道有没有传闻中那般神奇啊。而南允城拿出锁心镯，又是要做什么？南允城怎么更要疯似的？南允城若信得过本尊，便跟来。大雪球，你干什么？找你景兄啊。是不是我景兄出事了？荀小银只能跟着他的味道走，若太快会错过的。南允城，若本尊找到七王爷，你愿用什么条件来换？你还跟我提条件？我景兄要是掉了一根头发，小爷把你的狐裘全烧了。你要干什么，本王便给什么。很好，本尊要东雨，你可愿给啊？给你，你守得住？说他在哪儿？你知道我景兄在哪？为何还不说？雪明不曾想，南允城一言不合就动了杀心，又被木爷一吼，心下乱了几分。本尊说说罢了，看位置是前面那座山，不过山中味道复杂，仔细辨。南允城的身影消失在山间，隐约能看到他在密林中腾挪跳跃的身影。强行提升内力，他是不想活了呀？他居然恢复得这么快？哼，不过是分出一部分内力，再强压散魂香。他现在里若遇上强敌，损了经脉，只怕是神仙难救啊！那还不赶紧帮忙？本尊为何要帮他？大雪球，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从南允城的手上抢过东隅吧？再说了，你不帮他，帮我景兄行不行？我景兄可是救了你的命。此言合理，随本尊来。老夫今日也没工夫再跟你缠斗下去。你若不愿自刎，老夫下一次不会留情了。自刎？若你风烛残年，无人可依之时，我可以帮你。哼，竟敢口出狂言，老夫这就送你去见阎王。小七，声音以内力扩散而出，整个山林都能听到。南允城，你认识他？你认识他？哼，那是我大哥。南允城，我在这儿。南允城高大的身影站在他面前，手掌中好像握着什么，一会儿移向他，一会儿又强制自己缩回去，正要询问。魏宗啊，我可以解释，我可以解释。动了本王的人，你还妄想解释？我真不知此人是您的人呐。什么情况？早知道魏宗见了南允城，跟孙子见了爷爷似的，他有必要拼命吗？知道错了。邢玉被自己蠢的恨不得一头撞死，忙点头。疼吗？南允城，你哪根筋搭错了吧？他怎么这么怕你啊？七王爷问你为何害怕本王，我真不知道是您的人呐。要是知道，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动他呀。你那么厉害啊？七王爷只需记住，日后发生任何事来寻本王，若再有此等行径，别怪本王不客气。他将锁心镯收进袖中，你还不客气，我还不客气呢。这辈子干的蠢事全被南允城给看
景兄，你没事吧？怎么在这里啊？这里放就好。学主大人，你谁啊？小人魏宗曾与学主有过一面之缘。什么情况？他也害怕你？世上害怕本尊之人千千万，本尊如何得知？景兄，别理这两个变态，陪着你。景玉点点头，确实变态，咱俩才是正常人。啊，梦玉楼楼主，你又认识小爷我？是。你们玩好吧，我走了。干啥？此人如何处置？同一时间，牧野、谢明连同魏宗三双眼睛瞪得溜圆，这请示的语气是在闹哪样？南允成今天跟疯了一样。哼，无耻！这老头刚刚也没这样。越是这样的人，越是怕死。景兄，直接杀了喂狗吧！你想如何便如何。放了他吧，总有一天我会自己打败他。好，他必不会再让眼前之人离开他的视线。你真要放了我？自己的仇自己报，总有一日我会取你性命。多谢呀！他算是看出来了，南允成居然是听着红衣少年的话。何昌平扣粮屯粮，皆是为了养他手下的5万私兵，烧灭整个西亭镇，杀死难民，是为了自己的功绩，为了顺利晋升，入朝为官。这么说，我还好巧不巧的救了西亭百姓。七王爷真会选地方，此地树密草深，便是死在里面也无人可知。那个，你怎么找到我的呀？此事还要多谢学主。要谢就拿出点诚意来。景兄，你别理他，你要是问他用什么感谢，他肯定说就要东隅，而且不是他找到的，是小白。谢明气得头顶冒烟。小银，看来还是小白可爱。谢明无语，他纵横天下多年，从未像现在这样心累过。景兄，我跟你讲，南允成今天跟疯了一样，他让10万西南驻军入山寻你，说是翻遍整个西南都要找到你。这么夸张？岂止是夸张啊！赤羽卫，他的赤羽卫也全部派了出去。南允成，你怎么知道我可能会出事的？七王爷只是知道，若再有一次，本王定不会再客气。景玉皱眉，西南驻军统领郑红拜见七王爷。行起。不知七王爷是遇到了何事啊？贪玩迷了路。迷路？谁家人贪玩迷路需要调动10万大军找啊？他突然觉得自己脑子不太够用，还是将军在朝堂经营太久，他理解不了他的意思。赤渊大人，七王爷跟将军这个关系，景玉正站在南允成面前，愤怒地仰头望着他，似乎在责怪，同时还苦口婆心地讲道理，手舞足蹈的像一只炸毛的猫。而南允成始终唇角含笑，时而短短回一句，时而点头，深沉的黑眸定在景玉身上，一刻不挪。七王爷与主子是好兄弟，真的。赤渊点头，竟是这般，想来七王爷也是人中龙凤，才能入将军的眼。谣言不可信呐，只是他毕竟是皇室中人。当初南将军，主子比你更清楚当初的事。这么多年，你在西南不曾见，主子夜夜无寐，以天下为棋局，手上棋子皆可为大局牺牲。牺牲一部分人，只为迅速达成目的，是主子常用的谋略。赤羽卫为死士，为主子而死是荣耀，可终究是兄弟。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我心里不好受。但七王爷出现后，主子便很少再用这种方法，每每都会尽可能保全自己人，因为七王爷最为护短，只要是他的人，便是错了，他也定然袒护到底。哼，原本赤境最不喜七王爷，后无奈被送到七王爷身边，如今倒是乐不思蜀了。郑红却是看着景玉的方向，大概是把南允成教育明白了，脸上又露出那种得意傲娇的神情。想不到七王爷竟能影响将军至此啊！难怪将军会让10万大军入山寻人，若是这般，便是值得。西南知府何昌平为官不仁，犯下弥天大错，人证物证俱在。今七王爷为民申冤，本王代其清宣其罪，游街示众，行面刺之刑。3日后当街问斩。七王爷英明，七王爷千岁千岁千岁！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什么意思啊？南允成是不是又想对我景兄做什么？哼，民心所向，帝王之本。什么人又是什么原因会把这么大的功劳让给别人呢？蠢货！你只需知道，从此在西南百姓心中，他们可以不听皇帝的话，不听摄政王的话，但是绝不可能不听东宇七王爷的话。从此在西南百姓的心目中，七王爷景玉便是神明一般的人物。这不挺好的吗？南允成，你故意替我正民心，是不想当你的摄政王了？先帝重托，岂是不想当就不当的？何况如今七王爷紧盯着，本王若是想偷懒，也无计可施。你知道就好，这破烂摊子你不管，也就给砸了。
你这被人冤枉从不辩解的性子，既是如此，那本王便让这世上再无人能够冤枉于你。你这人也太霸道了吧，你还能让整个东宇的人都崇敬我吗？有何不可？南允城反问。七王爷值得。傍晚时，景玉和南允城回到和府，清点何昌平这么多贪污受贿的金银珠宝。景玉和南允城坐在凉亭中，看乔任一笔一笔记录，又逐一清点收归到一起。乔县令这儿子挺不错的嘛。哪里不错？干活勤快啊，比我们家林峰强。我去，怎么把这孩子忘了？眼前忽然闪过一团白影。摄政王，求您饶过我父亲吧，他一把年纪了，不如一刀给他个痛快，让他死吧，何苦如此羞辱于他？何小姐，你要真这么孝顺，不如去街口替你父亲挡几块石头，说不定他还能在临死前感动感动。在这儿哭给谁看呢？他看了眼正慢条斯理喝茶的南允城，心里突然生出一股霸道的占有欲。还有，你求他有什么用啊？你得求我，我说要何昌平死，他就得死，谁来都没用。景玉瞅着何青青揪住南允城衣摆的白皙小手，怒从中来。摄政王也不行。南允城放下茶盏，身上内力澎湃，将何青青震开。七王爷说的极是。景玉傲娇的哼了一声，何青青吓傻了。你没有中男人香，怎么可能？你……何青青蓦地瞪大眼睛，景玉心里咯噔一声，大意了，不能乱。现在南允城一定会怀疑。哼，何小姐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赤羽卫个个被废，你功不可没。你以为你那什么香天下无敌了呀？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例外。只要是那王爷，王爷！林峰出现在门口，打断了何青青的话。景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林峰的重要性，他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迎上去。林峰啊，你受苦了呀！王爷，我是不是睡了很久啊？听赤静大人说发生了好多事。是啊，你再睡2天，说不定咱们摄政王娃都爬满地了。王爷，你怎么取笑属下呢？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取笑你啊？我这是在笑话你。王爷，这才是中了男人香之后的正常反应。昏睡不醒，醒来面色发青，手脚无力，这才是正常反应。你根本就没有中男人香，多稀罕呢！你那什么破相啊？只有心思邪恶的男人才会中招。看我与摄政王都曾进了你的房间，都不曾中招。心思邪恶？蚩尤默默无言，他发誓他没有生过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更别说邪恶。怎么了？你们两个自己的问题，难道还要怪别人吗？我与摄政王就是不曾中招，是不是啊，南允城？七王爷说的是。蚩尤蓦地瞪大眼睛，他家主子这是中邪了吗？他知道南允城没那么好糊弄，他肯定会怀疑。没关系，他再想个办法证明一下就是。你们赤羽卫是因为他才被废了内功，人交给你们吧，最好别让他开口说话，否则你又要被迷惑。七王爷，我没有。你有。蚩尤叹口气，只得认了。蚩尤办事不力，请主子责罚。经脉尽断，内力全无。是，这般程度不是魏宗。也就是说，让赤羽卫经脉尽断的人不是魏宗。西南城中还有另一个人在何青青背后助纣为虐。远处的屋檐上，一白衣女子立于高处，远远看着并肩而立的两人，眼神不时闪过阴狠恶毒。能让男人相失笑的只有女人。白衣女子咬牙切齿，本是为了南允城而来，却没想到让我发现了更大的秘密。哼，七王爷景玉这个女子，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启禀将军，此人乃是何昌平司军的真正指挥，此人嘴硬，怎么都不开口。让我试试。一块玉牌从他怀里摔出来，正是先前钟义文交给景玉的。关起来。是将军。看来又到了我表演的时候啦。静候七王爷佳音。如果他没猜错的话，瘦高个儿应该是钟义文的人。把门打开，本王要进去提审犯人。没有摄政王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去。七王爷，你也不行。本王若非要进去呢？这……景玉皱眉，突然手指掐在蚩尤的胳膊上，狠狠一拧。杀猪般的惨叫声震耳欲聋，景玉连忙朝蚩尤使眼色，蚩尤咚的一声倒在地上，睁着眼睛昏迷了过去，居然想拦本王的路，活腻了。蚩尤躺着望天，不知道该不该起来。七王爷为什么一定要来这一出啊？据说是为了从细节上麻痹敌人，说是战术。可是地牢离牢门口还有些距离，中间还有后墙，这种细节敌人注意不到吧？七王爷就要这么干，你能如何？不能如何，他们都是奉了主子的命令，在此配合七王爷，还能如何？你可知我是谁？七王爷。你见过本王？不曾，只是听闻钟丞相将代表他老人家身份的玉牌给了七王爷，这才认得。小人钟宝求七王爷救命。为何要求本王？你可看到了今日本王同摄政王在一处？实不相瞒，小人也曾犹豫，但是钟丞相的玉牌做不得假。此玉牌不仅可命令钟丞相手下的文臣，持玉牌者便是钟丞相认定的自己人。小人相信钟丞相，本王可以帮你。可是摄政王的赤羽卫向来不好对付，七王爷如何能躲过他们的监视？这你放心，既然本王来了，就是已经做足了准备。不过本王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得老实回答。
七王爷想问什么？就是随便问问。本王被摄政王挟持南下，心里对他是恨之入骨。听说何昌平手下5万私军的真正指挥是你，不知是真是假？自然是真。小人受钟丞相之命入西南多时，何昌平的私兵早就效忠了钟丞相，他以为自己手握重兵，沾沾自喜，一心想着自己的兵，生怕饿着他们囤粮数万。七王爷，小人斗胆一问，摄政王为何挟持您南下？唉，南允城这人坏得很啊，本王也想不透他为何挟持于我。即便是挟持，七王爷为何能够行动自如，还能入地牢？你既然怀疑，本王也不瞒你，南允城这人看似冷静，实则觊觎本王已久，他想凌辱我。把钟宝放出来后，带着他往外边走。你只管出去，本王会替你拦住敌人，不要回头。多谢七王爷，此恩来日必报。说完，他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奇怪，怎么无人看守？他回头看景玉，景玉正侧身对着他，面朝着墙里，不停地挥舞拳头。原来是七王爷替他拦住了追兵。景玉余光瞥到钟宝跑出去，对着空荡荡的墙叹气。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他一定多找几个青年。摄政王这也不行啊，关个人都关不住。哼，七王爷可以亲自试试本王行不行？什么事啊？七王爷也被本王关上一关，看能不能逃出本王的手掌心。我还没有自虐倾向。夜色下，南允城眼底带着浓得抹不开的笑意。七王爷不是说本王意图凌辱于你？嘿，你这个人怎么总爱听人墙角呢？权宜之计，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景兄，抓到了，这是那人用飞鸽传出去的信。你何时成了南允城的手下，竟听他命令行事？要你管，小爷我是听我景兄的。景兄你看，冲以为老眼昏花了吧，居然选中这么个货色，就是不干，脑子里居然只知道传八卦。你干什么抢我景兄的？还真是好刺激啊！父，七王爷言摄政王对其心思不轨，挟持西南，日日凌辱，令西南事败而已得救等一副指示。霎时，南允城神情变得微妙起来，黑眸在夜色下闪着深沉的光，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情绪。景玉胸口气得生疼，瞪了雪明一眼：就你会说话，让你念了吗？日日凌辱，本尊竟不知啊！我就说钟义文老眼昏花，正常人都该是先写西南事败吧？他有毛病吧？有这么传信的？这种事很重要吗？有必要在那么紧急的时刻传出去吗？他后面可是还有追兵呢。景兄，是真的吗？南允城他居然……我故意骗他的。这件事今晚过后就给我忘掉，听到没？谁再提就决斗。此乃本王与七王爷之间的私事，旁人不可提。南允城单挑，本王认输。输的人今晚不许睡觉。好，你也不许睡。走，小木野，咱俩一起睡。人还没杀。对，景兄，我怕你要让那人重新写信，去绑了他，还没杀呢。让雪明自己去杀。本尊伤重，提不起刀。行啊，既然你提不起刀，我正好把你剁了喂小白。话音刚落，血蛇自雪明袖中窜出，兴奋地吐着蛇信子。雪明无语。景兄，我去就回。走，小白，我们一起睡。一人一蛇昂首阔步离开了地牢。那是你的什么？不是。夜色浓郁，一抹白色立于丛丛树影中，目送着景玉进了客栈。大小姐，何青青已被灭口。有些事不便让外人知道，死人才最让人放心。对了，那个出逃的女人还没有找到。大小姐恕罪，阴山复杂，那女人又在里面待了数年，我们的人已经折损了许多，连她的面都不曾见。行了，早知道你们不是她的对手，否则我又何必亲自入东营？原本想着训练东营将士为死士，进山找那女人，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七王爷景玉，不仅坏我好事，命还硬得很。大小姐先前不是说暂时放过那七王爷，如今为何又要杀他呀？放过他那是先前，顺手能杀便杀，若杀不了就算他命大。可现在他是他，就不是顺手杀之，而是必杀之。不若属下现在杀了他。行了，四方都有赤羽卫守护，别说杀他，就是靠近你也做不到。是属下无能。你确实无能，不过南允城的赤羽卫当得九州第一2位，你敌不过实属正常。放心，会有机会的，南允城总不会护他一辈子。我记得先前有一人传消息，求我相助复国，是不是云灵国？是，云灵国被灭，但其皇室忠诚部下，一直筹谋复国。先前求到大小姐名下，愿以云灵国镇国之宝交换大小姐您相助。不过大小姐您不甚看得上他们的宝，所以一直不曾理会。我记得他们的王国公主有一个师傅，似乎与南允城有那么一丁点关系。听说是同门师兄妹。去查查，看看那王国公主如今在哪儿，顺便去告诉云灵国的人，他们的请求本小姐允了。是。白色身影渐
渐渐远去，黑夜再次恢复宁静，直到鸽子扑腾的声音响起。大雪球，你在纸条上写了什么？总之没有日日凌辱4字。那就好，不然我景兄该生气了。雪明蓦地停下脚步。怎么了？木野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一根2指粗的树枝从中间折断，是刚被折枝的。雪明四周看了看，最后在某个方向停下。从这个方向看，正好看到景玉入住的客栈。有意思，有人在暗中偷窥你景兄。谁？女子。是那个白衣服的女人？或许，总之来者不善。我去跟景兄一起睡，保护他。就你现在的身手，四处遍布赤羽卫，轮不着你。还不是都怪你那破散魂香？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恢复内力？大约1月。雪明嗯了一声，大步离开。雪明盯着木野的背影，眸光闪烁。参见学主。今日百炼宫的人是否入了西南？是。杀了。遵命。另外，着人准备1月后，本尊要亲去百炼宫。是。黑暗再次归于寂静，蛙叫声重新响起。这一夜，景瑜睡得香极了。景瑜醒来时，天已经大亮。南允成，大清早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昨晚比试，本王输了，特来履行诺言。南允成，你是故意的吧？南允成唇角带笑。西南变数多，他守了一夜，只想让景瑜安心睡一觉。景兄，我们出去玩吧。听说今晚有油灯会，现在外面好热闹呢。油灯会是什么？西南有民俗，大灾后死伤太多，他们就会举行油灯会，人人一盏灯，安息死者，也为存活下来的生者祈福祝愿。景瑜点头，懂了，更像是跟过去的灾难告别，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一个仪式。天色渐渐暗下来，但是西南城却亮如白昼，路旁河里全部都是祈愿的。南允成，你可以松开我的手了。南允成不仅不松，反而握得更紧，脸上带上一分地痞流氓一样的笑容。七王爷的手很软。哈，一拳下去要你狗命！他把手挣出来，嫌弃的甩了甩。南允成手烫得要命，蹭他一手背的汗。南允成只轻轻一笑，将手负于身后，无人看到他绯红的耳朵。南允成，不如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吧。南允成侧眸，眼底倒映着眼前人的笑，心罕见的停跳了一拍。七王爷是指守岁？应该是的。好，姻缘庙显灵了，戏女巧巧，求祝大人，祝大人保佑我夫君身堂健。求祝大人，祝夫人保佑我夫妻2人生一个胖娃娃。景瑜越听，额头的汗越多。他看得清楚，下面的百姓是把他和南允成当成那什么祝大人和祝夫人显灵了。城楼上没有灯，从下面看只能看到景玉和南允成的大致轮廓，只看身形正像是一男一女。你进的什么地方啊？没注意。下方祈愿声越来越多，景玉拽着南允成进了门里。下一秒他怒火中烧，这是姻缘庙。南允成无语，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墙上挂着文字，写了祝大人和祝夫人的故事。原来是几十年前西南的官员，当时西南贫苦，祝大人就自己办学堂，免费教孩子们识字，既要办公，夜间还要教孩子，身体扛不住，然后祝夫人就主动帮忙，两人由此结缘成婚，几十年间互相扶持，恩爱不移，后合葬一墓。这庙是那些被他们教育长大的孩子里的。听闻祝大人爱祝夫人如命，所以原本的状元庙变成了姻缘庙，却为一段佳话。南允成，你可不能信呐！为何不信？这种男女感情都是虚无缥缈，你把握不住。常言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说明男女之情靠不住。那以七王爷之间，什么感情靠得住？兄弟情啊！眼下突然笼罩下一片阴影，男人高大的身躯就在眼前，景玉不由得后退了一步。然而南允成却跟着他往前，直到退无可退，后背贴到冰凉的墙。南允成，你干什么？南允成适时停下，眸底带着玩味的笑。七王爷不愿本王娶妻，为何？当然是因为我还没娶啊！大家关系这么好，到时候当然是要一起成亲，一起入洞房。你一个人娶亲多没意思啊！南允成定定地看了景玉许久，眼底的阴鸷被黑暗遮去。只要七王爷不娶，本王便不娶。真的？九鼎之诺，只怕七王爷没有娶亲的一日。你诅咒我，以后怎么着也得娶10个8个美娇娘。不是说不娶？这个计划中，现在肯定不娶。不是，南允成，你离我那么近干什么？而且越来越近。南允成垂眸看着眼前的人，红唇微微撅着，神色有一丝恼怒，却不敢跟他对视。景玉越说，他反而更加上前一步，两人的大腿几乎贴到了一起。七王爷最好记住自己的话，娶亲前记得告诉本王，本王送你一份大礼。放心，大家好兄弟，我肯定告诉你。不过南允成这动不动就喜欢压住他的毛病不能改了，每次都这样。他往后缩了缩，南允成却得寸进尺，又靠近半步。这一回他的脸几乎贴到了南允成的肩膀。我说，南允成，你是不是又被人下春药了？离我远点儿。春药？哼，七王爷，
可能解决。我怎么解决啊？我是男的。男的也不是不可。景玉一惊，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南允成注视着眼前人纠结的眉眼，只觉心情大好。当看到景玉在人群中不知所措时，那呆萌又迷茫的傻样，他用尽了毕生的意志力，才忍住了报仇人的念头。这位七王爷还真是让人没办法放手。其实决定不会放手，有些事也该说清楚。七王爷，南允成沙哑着嗓子开口，其间压抑着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愫。景玉只觉得南允成贴着他热得要命，干什么？有事说事。七王爷觉得摄政王府的厨子如何？说是喜欢，回去后住我府上，让后厨给你养养身子。行啊，不过我应该要回东营吧？回去之后还要面对钟义文，这老匹夫到时候肯定得试探我，我还是老实的待在东营比较好。他没有注意到南允成的呼吸越来越重，眸色越来越暗，落在他一张一合的红唇上的视线也愈发的微妙。南允成舔了舔嘴唇，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若不想回，便不回。我想啊，我还有兵呢，回去好好训训他们，特别是谢思那厮。他想到了整治谢思的办法，露齿一笑，正要跟南允成分享，只觉腰间突然探上一只大手，还没来得及反应，腰上的热度立刻被撤去，仿佛只是他的幻觉。同时牧野的声音传来：景兄，你在这吗？有人找你。南允成一瞬间撤开步子，眸光中闪烁着压抑的怒气。你这副欲求不满的样子是干什么啊？饿了？小爷给我景兄买的烧鸡，便宜你了。哇，好香啊！原来你是饿了，要不你先吃。南允成闭了闭眼，转身远离这两个人，再继续待下去，只怕是会忍不住杀人。就是他找你。我听说有人在这看到两个人，我猜是你们。不是我说景兄啊，你们两个大男人跑到姻缘庙玩什么？人太多，想找个地方躲躲。南允成找错路了，不知道这是姻缘庙。哦，这样啊。找错路？当年被困山间迷阵，也不见摄政王找错路啊。可能天太黑了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天黑就能行，本尊何苦筹谋这么多年呢？景玉正在听乔任说话，没听清雪明的嘀咕，倒是南允成回眸盯着雪明，眼底带着威胁。雪明勾了勾唇：七王爷，本尊站累了，借你肩膀靠会儿。南允成脸色一瞬间沉下来，周身杀意腾腾。雪明晃作不知，半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景玉身上。南允成一步步走近，眸色暗沉，锋刃凌厉，暗潮汹涌，即将爆发时，你重死了，累了就回去睡觉，烦死了。离我远点，热死了！那厚茸茸的狐球挨在自己身上，简直热死个人。七王爷素来怕热，学主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好。要是真的动起怒来，你可不是七王爷的对手。幸亏本王会帮忙。南允成，两个欺负一个，你现在是愈发的不要脸。不是，三个对一个。小爷我也站在景兄的这一边。雪明无语，这是做我的？这是小人亲手所做，不知七王爷可喜欢？喜欢啊，正符合我的身份。七王爷喜欢就好。景玉对这老虎灯可谓是爱不释手。正说着，熟悉的气息靠近，腰间搭上一只大手，几乎握住他半个腰肢。景玉已被带走，空中两个身影紧密贴着，足尖轻点，飞上挂满彩灯的祈愿树。南允成啊，你一定要这么高调吗？身旁男人脸色不太好看，侧眸看他。不是要挂灯吗？是啊，他撇撇嘴，找了个显眼的位置，把灯挂好。愿你们安息，在另一个世界一定幸福。疯子。谁啊？上次许你景兄时，此人便强行提升内力，方才那般大的动静，散魂香必然已入了脏腑。你现在若是恢复了功力，10个南允成也杀的。算了吧，我景兄不让，可不想让他讨厌我。南允成这么大的弱点被本尊抓住，哼。挂完了灯，南允成重新握上景玉的腰，带着人一路飞腾，到了一处安静的房顶。本王让你看个够。哪儿呢？忽然，漆黑的天边飘上一盏灯，随后更多的灯从各处飘上空中。景玉的眼睛亮如星辰，这是孔明灯，却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无数的灯漂浮在空中，有的已经升高远去，有的还在缓缓上升，就像点缀在黑暗中的花，驱不散黑暗，却让人觉得黑暗也没那么可怕，因为这些灯就像一个个精灵，随黑夜而生，却能抚平了黑夜带来的恐惧。好好看呐！与那老虎灯相比，如何？你这人好胜心怎么这么重啊？你的灯好看，行了吧？喜欢吗？喜欢。景玉脸上带着笑，喜欢就好。与此同时，西南各处让九州闻风丧胆的赤羽卫满头大汗，急得大喊：快，继续放，灯不够再去买，让他们赶工，快！放到什么时候？没听主子说吗？放到七王爷看够了为止。景玉坐在屋顶，手捧着脸，看着看着，眼皮开始打架，头一下一下的点着。南允成见状，不动声色的往景玉旁边挪近，终于在景玉再一次歪头时，脑袋靠到了南允成的肩膀上。我们一会儿。男人低低的应答声卸下景玉最后的意志，脑袋彻底放松，浅浅的呼吸吹拂在耳垂，脸庞的温度一丝丝传到脖子处。南允成靠近景玉的半边身体都
都僵硬着，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西南城逐渐安静下来。南允城垂眸，视线落在景玉微微嘟起的红唇上，他又何尝不知，此人天天叫嚣着断袖，若真有那一日，定是要害怕的。曾有心试探，内心盼望其为女子，即便是七王爷的身份，有他在，也无人敢多言，总好过世人流言纷纷。可这人好不容易能对他放下全部戒备，再行试探，只怕会将人越推越远。以景玉的性子，一次失望便再无翻身余地。他不想赌，便是这般，能在他目之所及之处便好。脑袋轻偏，脸颊蹭着景玉的额头，南允城唇角微弯，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景兄，景兄，景兄，你在哪里？南允城手腕微动，一枚飞镖飞向牧野，幸好雪明拉了他一把，这才躲过了飞镖。雪明看向南允城的方向，远远地对上他的视线。南允城是疯了吧？用小爷我的暗器转过头来打小爷？不错了，只是吓唬你。雪明冲南允城的方向努努嘴，你景兄睡着了，某人护崽子，识相的呀就别过去。我明天就要跟我的景兄告状。夜色渐深，冷风吹动屋顶两人的头发，发丝轻舞，交织在一起。南允城肩膀微微撤开，景玉的脑袋立刻靠到他的怀里，右手接住景玉的肩膀，让他睡在臂弯中，左手抱住后膝盖处，将人横抱起。景玉睁了睁眼，看清是南允城，闭眼又睡了过去，还动了两下，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南允城轻笑，足前轻点，带着人回了客栈。翌日，这是在西南的最后一日，斩了何昌平后，他们就该回皇城了。景兄，你一大早在这里干什么？我有事跟你说。昨天晚上南允城欺负我，这是谁啊？好惨！你找我干什么？我要告状。楼主，你谁？属下是紫影姑娘手下的。楼主，你怎么会？景玉挑了挑眉，这是钓鱼钓到自家鱼塘了，背着我私接任务，活腻了。楼主恕罪，属下本来跟梦玉楼的人在西南躲着，但是听闻楼主刺杀失败，紫影小姐他们还被南允城给抓了。正好前几日有人递消息，请梦玉楼在西南做事，属下细问之下，才知那人与摄政王南允城有怨，所以便想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跟他结这一份交情，便答应暗杀西南知府。梦玉楼行事宗旨，小爷我说了算，你算什么东西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谁允许你与旁人做朋友？深入梦玉楼变为刀刃，无情无暗，看来是我太过仁慈，你们都忘得差不多了。楼主恕罪，是属下考虑不周，属下也是太担心楼主与紫影小姐还有邱小姐。他闭嘴！让你们留在西南，不是让你多事的。说，谁让你刺杀何昌平的？我起源，东于令部。吴启源，今日算你运气好，回去告诉留在西南的门众，皇城的事小爷自有分寸，不需要你们担心。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私接任务。以前攒下的银子够你们活几辈子。还有外面那人七王爷，从此是我梦玉楼的贵客，所有人见之必让，记住了。是楼主，还有一事。说百令宫的人来过，说是要楼主回去。那人说楼主杀不了南允城，该回去变得更强。一瞬间，牧野脸色苍白。若再来人，告诉他1月后我会回去。是，属下遵命，恭送楼主。南允城，我是不是下手重了？无妨，死不了。你怎么了？脸白成这样？底下人私接任务，对不起了景兄，是我没有管好手下，已经问清楚了，要杀何昌平的是吴启源。冲一文果然老狐狸，什么事都让底下人去做，自己倒是宅得干干净净。不知道是你的人，我下手重了些。无碍的景兄，本就是他不守规矩，今日算他好运才捡回一条命。我还有点事，我先去办事，一会儿回来。小牧野刚刚说找我干什么来着？告状。怎么不告了？心里有事。什么事啊？我们把人放了不就行了吗？我就放。你看着本尊作甚？管好他，他又不是本尊什么人，那你为何日日跟着他？北雪学主竟成了跟屁虫。哼，彼此。不过他天生体热，又难得看着顺眼，本尊靠近他取暖罢了。南允城，你个无耻之徒，以为人人都与你一般呢？南允城头也不回，只当没听。来的时候一辆马车挤了一堆人，回去的时候2辆车，结果小牧野你去坐那辆马车呀？我不，凭什么他可以跟你坐一辆马车？大雪球，你这么大只也来凑热闹？本尊怕冷，人多暖和。最后还是变成了马车里3位大佬，景玉坐在外面当车夫，他扬起马鞭，
抽在马屁股上。马儿，我们出发喽，看看路边有没有人贩子。什么叫打折促销？把你打死卖掉，死人谁买？这世上做死人买卖的不少。南允城不动如山，闭眼调理内息。小子，你还杀不杀他了？他现在忙着压制散魂香，你要是找好了机会出击，必死无疑。小爷我看起来压制住散魂香了。此为雪莲莲子，服下可让你短时间内提升内力，并且百毒不侵。你身上怎么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彼此，你最有意思的虫子还没有拿出来给本尊看呢。有什么好看的？你让他们咬一口才有意思呢。突然，南允城睁开眼睛。二位当着本王的面讨论如何取本王的命，是不是太不见外了？牧野与雪明同时目视前方，仿佛刚刚说话的不是他们。看我景兄都笑成花了。看那乔任与你景兄。话没说完，南允城人已经出了马车。你若想杀他，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他2次善用内力，如今必须用全部内息压制散魂香。你只需吃下这颗雪莲莲子，杀他易如反掌。你幼稚小爷，我想杀他。本尊近日闲来无事，查了些百炼宫的过往，才知其与南家恩怨从南将军年轻时就已结下。南将军认为百炼宫乃邪魔歪道，率精兵屠其满门，后他被赐死，百炼宫找不到他报仇，这仇就落在了南允城身上。若本尊没有猜错，百炼宫之所以带你回去，一是因为你天资卓越，这第二只怕还因为南允城与你有杀父死仇。虽真相已明，可人生既定，是杀了南允城得以自由，还是回到百炼宫再次忍受折磨，你来选。南允城死后，待本尊入主东宇，定会善待你景兄。你知道的太多了，只是碰巧对百炼宫了解一些。我父亲之死不在于南允城，是我杀了他。景兄会生我的气的。还有，天天都想着入主东隅，怂恿小爷我算什么本事？自己上啊！少年义气，平心而为，倒是本尊落了下乘了。东宇皇城中府，丞相大人，西南的消息。哼，何长平这个蠢货，在西南当土霸王当久了，真以为自己是皇帝了，竟敢对南允城下手。速去联系北渊国，若能说服其公主与七王爷联姻，到时候我们以七王爷为名清君侧，北渊国必会鼎力相助。在马上进城的时候，主子，赤羽卫刚查到云林国的公主也要与七王爷联姻，而且指明要与七王爷。什么玩意儿？这群公主眼睛都瞎了吗？我的意思是，就算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她们身为公主，是不是应该矜持一点？景兄，你别生气，我有个办法。若七王爷不愿联姻，乔某倒有一计。本尊亦有。小牧爷，你先说。景兄，你可以成天去花楼啊，去藏花阁流连，让那2个公主认为你是花花公子，既非良人，相信他们自己就会放弃的。你呢？乔某的方法与牧野小兄弟有相似之处。七王爷竟是从西南而归，若带回一露水女子，相信无人敢说什么。但是那2位金枝玉叶的公主必然无法忍受，或许可让其退缩。大雪球，你呢？莫不如七王爷一劳永逸，说自己只爱男子，只想那断袖之情。不仅断了2位公主，便是日后的莺莺燕燕都能一并解决了。这刺激啊！景兄，你看我行不？我给你断袖。本尊也。下一瞬，南允城冰冷的视线投过来，雪明撇撇嘴，没一个靠谱的。找女子演戏是选择之一，但是那2位公主是来联姻的，又不是真的爱慕他。只要他的七王妃位置空着，2位公主就不会放弃。至于雪明说的断袖，他跟谁断呢？跟南允城？那东宇不得被其他国家嘲笑死？南允城，你给我支个招呗。东宇还不需要让一国王爷去与他国联姻。本王筹谋朝堂，南家练兵数万，若让北渊国与云林国给挟持了，本王不同意联姻，便无人能追得了你。景玉简直要感动哭了，看看他精心挑选的大腿，这才叫大腿，还是金光闪闪的那种。唉，你俩赶紧回马车待着去吧，啥也不是。景兄，我可以帮你杀了那2个公主，人死了还怎么联姻？本尊可顷刻之间踏灭云林国，一个刚刚复国的小国家，竟也敢如此狂妄。你身上散魂香未愈，梦鱼楼一众，还被本王关着，拿什么杀？可知为何云林国复国如此之快？得南疆倾注，原本占领了云林国的刘越国，在1日之内皇族尽灭。南疆他们何时出来活动了？云林国公主恭迎七王爷，摄政王。舒心小姐，不必理会，驾车。那个舒心小姐，有事我们待会儿再说，你先让开。七王爷与舒心旧识，原本舒心不敢隐瞒，只是因为复国之事遥遥无期，这才将一切藏于心中。如今我公主身份已恢复，得以配得上七王爷，七王爷可愿娶舒心为妃？舒心小姐，咱俩不是好兄弟吗？你不是喜欢舒心爱慕七王爷已久，视之不渝。这不是你师妹吗？你管管。师门有训，不得与南疆有任何的联系。既已犯了师门戒律，本王身为大师兄，便有逐出师门的权利。
师兄，你为何对星儿如此狠心？师父让你照顾我的。与你入摄政王府保命，也是了了师父的嘱托。云灵国公主联姻之事，本王不应。你若坚持，本王不介意踏平云灵国。师兄，恭迎七王爷，七王爷千岁，恭迎摄政王。先叩拜他，再叩拜南雨城，这明摆着要给南雨城难堪呢。钟丞相是没看到摄政王吗？说没有。说到一半，景宇感觉到腰被人轻轻掐了一下，南雨城以衣袍遮挡，手指藏在衣袍中，掐了下他腰间的嫩肉。本王也是尽应尽之责，各位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七王爷不必如此自谦，下官已拟好通文，要让整个东域都知道七王爷您的事迹。东域七子性知天赐，博学多识，目光远大。南雨城，你不管管啊？他们这是要把我捧上天，把你踩下地啊！七王爷何以如此着急？一个人是高于天，还是卑微至地，非是他人三言两语便能定下。若是旁人，本王不会让他活过今晚。本王愿低于尘埃，推七王爷入那云霄之巅。你不怕我以后厉害了，翻脸不认人呐？本王相信自己的眼光，一如七王爷也相信自己的眼光。什么德才兼备，众心所归的七王爷要本公主看，分明是沽名钓誉之徒。你要收起你的纨绔作风，否则本公主定不饶你。凭什么要娶你？又轮到你来管七王爷的事了，自作多情。不娶本公主，难道娶你这个刚刚复国的公主吗？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次亡国，何必连累了七王爷？你再说一遍。说就说，谁知道你们云灵国什么时候又会……话没说完，舒心的鞭子便甩向北渊公主。北渊公主看着娇小，身手却不错，利索的躲开。两国公主当街为爱争斗，我景兄的魅力真大呀！闭嘴！驻摄政王府可好？为什么？舒心与那北元公主均有武功在身，进你的七王爷府如入无人之境。或许你指望凌风守夜防着二人？不指望。虽然两位公主都挺彪悍的，可也不至于半夜爬我墙头吧？原本舒心是不敢的，可七王爷珠玉在前，教了他许多的歪门邪道，从夜半琴音到玉石闯入，亦或是故装柔弱，舒心皆得七王爷的真传。好汉不提当年勇。景兄，你玩的这么大。不过说起来，景兄你和那云灵国公主的关系好似还不错，她怎么会做出如此令你为难之事？我也不知道，只觉得舒心虽蛮横骄纵，但又像个性情中人。如今看来，他好像变了很多。恐与那南疆助力有关。南疆从不参与九州内斗，这一次出手就差点灭了流月国，只怕所谋甚大呀。可舒心就算嫁给我，又能怎么样？我能带给他什么？云灵国虽借由南疆之力复国，但毕竟国力微弱，流月国只是死了皇室中人，暂时混乱，让云灵国钻了空子。等他们缓过神来，势必要找云灵国算账。到时候若没有外力，云灵国便是复国也枉然。我知道了，要是跟景兄你联姻，不管怎么样，云灵国都跟东域有关系，流月国定会忌惮几分。怎么这么复杂啊？不必担心，要拖东域进浑水，也要问过本王同不同意。李师师，我与七王爷早就相识，且他对我爱护有加，你少在这里掺和。那又如何？殊不知男人都是抢来的，有本事你什么都不做，看本公主如何把七王爷抢到手。大小姐，其实连黎诗诗那个废物都打不过，你可要记住，本小姐帮你云灵国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嫁给东域七王爷，然后杀了他，成为东域皇室的唯一遗孀。这对你来说也有莫大的好处，成为七王爷的遗孀，东域摄政王必定对你关爱有加，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与你的师兄双宿双飞。七王爷一定要死吗？必须死！你若胆敢对此事有丝毫怠慢，别忘了你的叔叔伯伯们还在本小姐手上。舒心明白。此为青媚丹，入水即化，无色无味，时值当夜夜半时分必死。你与七王爷既是相识，敬杯酒，他应当不会拒绝。师兄对七王爷那般好，若他成为了七王爷的遗孀，师兄一定会照顾他。到时说不定在他的长情陪伴之下，师兄会感动于他的深情，与他相伴到老也不一定呢。我会按大小姐说的做。乖，去吧。景玉正路过自己的七王爷府，他本想回去拿点换洗衣服。李师师，你竟如此不守规矩，竟敢拔七王爷的墙！哼，你舒心又守规矩了，本公主不过是看看那七王爷顺容如何。我与七王爷相识在先，是他教我爬墙的，你算哪根葱？景玉无脸，他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呀？回到摄政王府，南允城等他呢。摄政王可知什么叫高处不胜寒呢？七王爷不是来了，便无谓寒不寒。唉，话是这么说，可这墙以后还是少爬。看到有人爬你七王爷府的墙了吧？南允城你是算命的吧？真让你给蒙着了。北渊民风彪悍，公主更是得宠骄纵，会做出此等事不足为奇。至于舒心，七王爷可知云灵国为何亡国？不知。舒心自小便天赋奇高，否则师傅也不会收他做弟子。可他的性子虚荣霸道，想要的东西一定就要得到。
了，只为了一串红珊瑚手串，杀了刘越国的小公主。刘越国与云林国本就相邻，且两两交好，却因为此事民不聊生，战争不断。原本云林国接连战败，刘越国只想舒心道歉了之，可舒心意气用事，在两军对峙谈判之时，用师傅教他的鞭术毁了刘越国大公主的脸，固执云林亡国。舒心小姐以前竟然是这样的吗？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师傅罚他思过3年，性子才有所改变。刘越国依依不饶，要舒心血债血偿，师傅便求我护舒心1年。先前劝你莫要与舒心交往过密，你不听，可是因为心悦于他。我不喜欢他。若本王杀了他，你可会难过？你杀他干嘛？他与你联姻，无非是想用你七王爷的名头，为云林国在九州之中谋一份地位，此为利用。其二，南疆驻云林国必有所图，图谋只怕在你，本王不得不防。若舒心对你生出谋害之意，本王便留不得他。南允成一番话听得景玉一愣一愣的，他忽然有点想哭，这人怎么回事啊？运筹帷幄是这么用的吗？竟然把关于他的事梳理得明明白白的。你不喜本王杀他？景玉更想哭了，这特么什么脑回路，大概是从未被人这么全方位的关心过。此刻的景玉就像是从未收到过礼物的孩子，第一次收到礼物，既高兴又害怕。南允成，舒心算是我的朋友，如果他真的要害我，那是我交友不慎，该我自己去了解。好歹舒心也是你的师妹，这么偏心不合适吧？同门相呛更不合适。本王向来心就是偏的。是吗？那要是我跟你师傅同时掉进水里，又有人在攻打东宇，紧急时刻你救谁？我师傅会救你。他又不认识我。会认识。景玉皱眉，这孩子不按常理出牌呢，会认识是什么意思？翌日，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景兄，听说今天2位公主要为了你比武，我和大雪球特意想帮你出谋划策，可是外面那人不让我们进宫。不让就是不让，你们俩好歹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看2个女子比试，很有意思吗？2个女子比试不稀罕，稀罕的是他们争的是景兄你呀！我想知道你最后选谁当王妃，我帮你将看将看。行了，南允成，你打扮的这么帅，该不会是为了帮我解决那2个公主，打算以身为饵诱惑那俩公主吧？准备妥当便入宫吧。景兄，景兄，他俩想进宫，要不让他们去看看热闹吧？要付银子不金子的。本尊去你东宇皇宫还需付银子呀？本来不用，但是现在用了。写明很富有，小白可以寻金矿。没有，钱眼里了，何须欠条？带你去北雪，本尊送你一座金矿便是。那感情好，也送我一座呗。拿你的虫子来换。你做梦！最后，因为写明实在是很难脱掉这一身狐裘，只得让他以北雪学主的身份入宫，所以牧野只能扮演北雪学主的随从。小牧野啊，忍一忍吧，总比北雪也送公主联姻，你扮演公主的提议强，对吧？凭什么小爷我要做这只大雪球的随从？又没让你真的做他的随从，你不伺候他不就行了吗？不过是个进宫的理由，你当我和南允成的随从，太面生会惹人怀疑的。王爷，舒心小姐她说想跟您单独聊聊。怎么了？不要相信她说的任何话。放心吧，舒心小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七王爷可愿娶舒心为妻？景玉一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七王爷是要娶那黎诗诗？不是，我也不娶黎诗诗。七王爷，我师兄对你真好。南允成是个好人啊，好人？你好像很了解我师兄。还可以吧，随口说说。七王爷，你喜欢我师兄？什么玩意儿？你方才看我师兄的眼神，那分明是喜欢。怎么翻来覆去就逃不开喜欢这2个字呢？他就不能谁也不喜欢吗？忽然他福至心灵，好机会。舒心小姐，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我也不瞒你，事情就是你想的那样。你竟然肖想我师兄？我师兄不可能喜欢你，你就算喜欢他也是无用。你娶我做七王妃，我绝不会干涉你与师兄接触。舒心小姐，你还有大好年华，为何一定要执着于我啊？你分明也不喜欢我。舒心爱慕七王爷已久，此情天地可见。景玉无语。好不要脸的云林国公主，说好了接风宴上你我公正比试，居然利用自己与七王爷为旧时，先与其见面，不要脸之极。黎诗诗，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景玉急忙跑出去。南允成，要不你给我买个棺材，我装死很在行的，让他们以为我死了，就不会缠着我了。莫要胡言，让他们自己去斗，我们走吧。景玉默默感叹，果然还是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北雪国国师，学主大人到，北渊太子，北渊公主到。北渊黎墨见过东宇摄政王七王爷。诗诗参见摄政王七王爷。2位不必多礼，请入座。哥，我一定要嫁给七王爷吗？他虽容貌俊美，可是不喜欢那般阴柔的男子，诗诗喜欢摄政王那样。住嘴！这个时候你犯什么糊涂啊？南允成岂是你能肖想的？北雪学主、东宇摄政王都是我们北渊惹不起的人物，幸好如今东宇内乱，有个好拿捏的七王爷，才让我北渊找到
到一个破绽，嫁于七王爷，你还能拿捏住他，不受欺负；若嫁于南允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更何况南允城若不喜欢你，谁人能迫他娶你啊？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说吗？好了，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景玉瞅着离诗诗，时不时哀怨看自己的眼神。摄政王，我发现了你的一名爱慕者，可想知道是谁？除七王爷以外的爱慕者，本王没兴趣知道。哼哼，摄政王怎知本王爱慕于你啊？既是如此，不如今日咱们就公之于众，也好死了两位公主的心。既然是七王爷所求，明示本王定让整个九州尽知此事。什么事啊？自然是七王爷爱慕本王一事。不了，这影响不好。南允城是怎么回事？跟他混熟了，脸皮越来越厚，这都不怕的。既是七王爷所愿，本王从了你便是。不要脸至极！七王爷如此借酒浇愁，可是愿本王托着明示。其实今日公之于众也不是不可，那便闭嘴，没完了是吧？南允城轻笑，不再言语。云林公主到！云林国舒心参见摄政王。七王爷。舒心抬起了头，冲景玉甜甜一笑。本王何时让你抬头了？师兄。云林公主，这里是东隅，本王与七王爷尚未开口，你这里便不算结束。云林舒心拜见摄政王。七王爷。差不多可以了。入座。诸位，我与云林公主已经说好，还请摄政王以及在座的各位做个见证。今日比试，胜者为七王正妃，败者为侧妃。云林公主可是这般？是，本公主赢定了。哼，大言不惭！两个公主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我没有失忆吧？我什么时候同意娶他们了？不过是两国公主找了个由头要一决高下，七王爷倒是拒绝便是。这样啊，那还行。南允城，你说我要是去跟他们一块儿比，我赢了怎么算？七王爷确定。景玉很不满，但是下一瞬他就明白了南允城的意思。舒心和黎诗诗的第一局比试居然是舞蹈，虽然他也会那么一丁点儿，可男子跳舞好像有点不伦不类的。两位公主的舞蹈一奔放一独特，都很美，只能说打个平手。接下来是比琴，舒心琴艺非凡，黎诗诗不是对手，这一局算舒心赢。最后一局是比武，黎诗诗虽然有些身手，可是舒心毕竟是跟南允城同一个师傅，舒心赢定了。七王爷，舒心想嫁给你。七王爷，不要拒绝好吗？不要让舒心当众丢脸，所有人都在看着，求求你了。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先假装答应舒心好吗？不要让舒心成为众人的笑柄。求你了，七王爷。舒心神情凄楚，可景玉的脸色却一点点冰冷，直至无情。先答应再反悔，舒心是以为过家家吗？今日北苑太子在，东隅百官在，只要他点头，云林公主成为东隅七王妃，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在舒心眼里，他是有多蠢，才会做出这种赶鸭子上架，最后收不了场，只能无奈接受现实的事。这个小女子真是不要脸，当众逼我景兄。你以为我景兄是那种怜香惜玉的人吗？他不是。景玉无语，骂人就骂人，怎么还敌我不分呢？你是何人？本公主与七王爷说话，你算什么东西？何时轮到你开口？景兄，你别拦我，今天我就要收拾他。这里是东隅皇宫，我是云林国的公主，你什么身份？也想收拾我？云林公主好大的派头啊！本尊还以为九州出了什么能人，一个小小的云林公主竟也敢在尊面前放肆。舒心绝望地往南允城的方向爬了2步，恍惚中却只看到南允城漠然的眼神，其中还带着厌恶。绝望之中，他忽然意识到他的师兄再也不可能护他了。舒心转而求助景玉，悲雪学主，云林公主如今是在我东隅皇宫，你下手如此狠毒，人若死了算谁的？雪明早就习惯了景玉时不时的不按常理出牌，也不知道又是在演戏给谁看。下次本尊会在东隅之外杀了他。景玉默默地冲他竖大拇指，越来越上道了。小白，带你去吃好吃的。七王爷，快扔掉，那是北雪灵蛇，若被咬一口，神仙难救啊！学主你也太过分了，竟然想害本王！雪明和木叶无语。景兄，戏过了啊！七王爷，你看你还是在乎舒心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你今日就答应了舒心的请求吧，舒心定会对你很好很好的。舒心小姐，本王拒绝，不止拒绝，本王这一生都不可能娶你为妻。七王爷，本王方才所言，你可记住了？记住了，你要处理正事，我可以逛逛皇宫，等你一起回去。要是有事，先跟你说，遇人挑衅不可莽撞。哎，我说南允城，什么叫莽撞？要是别人动我1根手指头，我缺他10根手指头，不过分吧？不莽撞吧？不莽撞。行了，你去忙吧，我去御花园赏花去。待会儿去寻你。跟了一路了，差不多出来吧。七王爷，舒心小姐，有事吗？七王爷，先前在宴上是舒心冲动了，让七王爷为难，是舒心的错，舒心向你道歉。舒心小姐，其实你根本就不喜欢我，真的不必委屈自己，你可以有其他选择。谢谢你，七王爷。其实舒心也不想这样，我也是被逼无奈。七王爷可以陪舒心
近走一走吗？行，走吧。王爷，你真的喜欢我师兄吗？这个你觉得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呢？哪个能让舒心死心，他就打哪个。师兄自小就是天之骄子，无数人追随他，拥护他。七王爷若是对他有意，也实属正常。可是七王爷，我师兄不会喜欢你的，他是东宇摄政王，九州有名的战神，你让他背负断袖之名，便是在他的人生中染上污点。南家世代温良，你若是与他一处，是让他被天下人耻笑。我知道师兄对你很好，可那不代表他喜欢你。你若执意这般，便是要他与整个九州为敌。舒心小姐，没有任何爱会成为污点，南允城也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这是其一。其二，你不用管他喜不喜欢我，整个九州与他为敌，倒霉的是九州，不是南允城。七王爷果然了解我师兄。只这一句，舒心的声音从连柔变得冷硬。景瑜皱眉看向四周，不知何时他们走到了一处密林外。景瑜看向前方，密林中的树又高又直，自成规律，有的左右对称，地面还摆着石头，大的小的，图案规则或不规则。这是迷阵，在现代这叫丛林盲区。舒心小姐，看来你真的很想要我的命啊！七王爷，对不住了，必须死。这迷阵是我从师傅不外传的秘籍里偷偷学的，这世上无人能及，就连师兄也不行。你放心吧，没人会知道你死在这里。我会告诉师兄，你被北雪学主所杀，死无全尸。北雪学主，他既然敢那样对本公主，师兄视你为友，你若死于北雪学主之手，他定会为你报仇。北雪学主不是我师兄的对手。舒心神情阴毒，看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伪装。平陵公主好寂寞啊！七王爷，其实我不想要你的命，是有人容不下你，你就认命吧。此迷阵杀机四伏，你没有活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你有何遗言可以告诉我？遗言当然要留，毕竟要有仪式感嘛。告诉你身后那人，想要我的命便亲自来。舒心小姐，你还没那个能力。狂妄！你真以为你有多了不得？此阵就连师兄都破不了，何况你？景瑜看向入口处，舒心早就防着他，现在冲出去，不仅逃不出去，还会触动机关。这阵他只能硬闯了。舒心小姐，南允城也不是事事都能压我一头。他转身朝着密林深处走去，胸腔中的酸涩像是后知后觉一般，在此刻汹涌而来。南允城曾说是舒心配不上他的友谊，让他不要难过。他说他不难过，当时那话是真的，他没什么好难过的，人都有趋利性。他一向清醒，舒心的改变终究还是让他有些情绪不稳。景瑜自认自己最大的优点是适应能力强，舒心想要他的命确实让他有点难过，但冷静分析之下，他确认那不是因为舒心而难过，只是感情没有被接住而产生的失落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选择忽视，并且吃一堑长一智。启禀摄政王，云林公主求见，说是有关于七王爷的事禀告。师兄，七王爷出事了，你快救他！说清楚。方才我与七王爷闲聊，走着走着出了宫门，结果突然有北雪的人出现，掳走了七王爷。什么？北雪的人？就是北雪的人，我肯定。而且他们叫嚣着要杀了七王爷。师兄，北雪学主怎会在御书房？他对东宇不安好心的呀。我看你才对我景兄不安好心，你以为我景兄是傻子，随便什么人就能掳走他？肯定是你又在我景兄面前装可怜，才把他骗走的。说，人在哪？我没有。七王爷虽然当众拒绝了我，可我绝对不会害他的。就算是为了云林国，我也不会害东宇的王爷。师兄，你要相信我呀。主子，七王爷确实与云林公主一同出了宫门，随后往东而去，现查无踪迹。本王只给你一次机会，人在哪里？东南密林。小公主啊，想害我景兄，你还嫩了点。这般小角色，何须如此大费周折呀？你懂什么呀？我景兄喜欢自己的仇自己报，你要是帮他报了仇，他就要找你报仇。就没见过这般不讲理的人。给他吃了什么？你再这般盯着本尊看，本尊便挖了你的眼睛。区区云林国，仗着南疆助力，就敢如此放肆，不知天高地厚。嘿，别害怕嘛，小虫子嘛。按我景兄的话说，就是这些东西还挺有营养，可以吃。不过啊，就是活得短，明天天亮要是取不出来，你就死了。他看向南允城离开的方向，与舒心所指方向完全相反。我景兄今晚要是回不来，你就死；回来了，就看我景兄要不要你死。死到临头了，还敢撒谎？南允城要这么笨，小爷早杀了他了。确实，本尊也早已入主东域。现在天这么黑，师兄就算找对了方向，也绝对找不到那迷阵，附近都是密林，他一定找不到。而且舒心低着头，嘴角露出诡异的笑。要是师兄找到了阵，也入了阵，那景瑜必无活路。无解之阵，生死为一。若一人破阵，另一人阵毁人亡，必死无疑。一人闯阵，破阵可出；两人入阵，若在同一处还好说，若不在同一处，在不同的地方触发了杀阵，那就是阵中两人的较量。
一人破了阵中阵，另一人面对的迷阵就会发生改变，无规律可循，只能重新找出路。就像两个人走独木桥，你在上面时，我必然要掉下来，掉下来就会遇到危险。等我渡过了危险上的桥，遇到危险的就是你。而且每一次桥的方向都会改变，要重新摸索。最终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两人都被困死在迷阵中，要么一人破阵得胜，另一人阵毁人亡。这才是师父不将此阵外传的真正原因。两人在不同位置上阵，往往是为了救人，可救人反倒害了人，这才是最让人痛苦的事，也是这阵最恶毒的地方。舒心忽然生出一个恶毒的想法，若是师兄自己把景玉给害死了，那他会怎么样？那可是师父做的阵法，他会恨师父的吧？舒心低低的笑出了声。师兄，不是舒心要这样做的，舒心已经给你指了另一个方向，是你一定要过去的，你可不能怪舒心啊！他疯了吗？笑得我瘆得慌。雪明回头看了眼舒心，若有所思。他若身死，那人可还能恣意妄为，那他便是死不得了。与此同时，这么大片密林，我景兄在里面，我进去看看。大雪球，你怎么了？这里面有阵法，吴乾子的阵法。南允城是疯了吗？他会看不出来这里的阵法，竟然亲自入阵，生门暗含死门，与南允城一般阴险毒辣。你是说我景兄和南允城都在里面，而且里面是个特别难解的阵法？竟是如此。南允城定识得此阵，但他不是主阵人，所以只能被动困在其中。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你景兄知道解法，否则南允城必死。大雪球，你方才说我景兄是主阵人，要找到生门，南允城必死，这不是正合你意吗？一时不察，你该早些说。就好像早说了你就不管似的。本尊从不做那趁人之危之事。哼，你做的还少啊！小子，本尊看你是活腻了。废物！小白，难以入阵，你为主，他为辅，辅接阵，主可胜。然主若生，辅必死。若想双生，玄其共生。南允城，你是疯了吗？因为南允城入阵，他找生门变得简单，可他一旦出了生门，南允城就会死。南允城，你给我等着！杨玉板着脸，大步往阵中心走去。他要找到南允城，只能从他自己的方向开始找。阵法讲究平衡，他往中心走，南允城那边不行，除非他能跟南允城沟通，否则很容易越走距离越远。景玉面无表情地将血滴在那会发光的植物上，以光点为路，他要找到南允城，谁拦谁死。景玉很快到达了阵中心，阵中心有一点好处，可以改变阵中阵，南允城一定会察觉到，他会来找阵中心。阵法变动之下，南允城感受到了变化，就会从那条通道一点点往前破，以阵中心为原点，周围的阵中阵都会不断地往阵中心移动。另一边，南允城察觉阵型变换，一招一式愈发的凌厉。从刚刚开始，他这边的阵中阵就安稳了许多，景玉那边定是危机重重。他心下发狠，以身触阵，并且同时触发多个杀阵，毒阵与幻阵并生，杀阵与祸阵同出。即便是南允城应付起来也很吃力，可这样景玉这边就很安全了。什么情况？他无论怎么主动出阵都没有反应。忽然，眼前视线豁然开朗，南允城的身影出现在10步远的位置，单膝跪地，以剑支撑。小七，南允城，你没事吧？忽然，肩膀被手臂箍住，耳边是南允城沉重的呼吸，热气一下下喷在他的后脖子上，身前是南允城炙热的胸膛，两人之间几乎没有距离，他甚至分不清那急速跳动的心跳声是他的还是南允城的。还有后背清晰的掌印，灼热的掌心扣在他的蝴蝶骨上，修长的指节隔着衣衫摩挲，像是在寻求安慰。景玉轻轻地动了一下，后背的手一下收紧，他整个人几乎是被锁在南允城的胸膛中，脖子处传来温热的触感，南允城在朝他的方向侧脸，温度一点点升高，他甚至能感觉到南允城的唇碰到他的耳朵。小七，景玉身体抖了一下，准备警告南允城别离他那么近的话重新咽了回去。景玉轻咳了一声，南允城，看在你受伤的份上，让你抱一会儿，再有下次别怪我不客气啊。南允城低低的笑，胸腔轻微的震颤。好，下一次。景玉蹙了蹙眉，怎么哪里有点不对呢？不过很快他就没心思想这个了。南允城几乎全身的重量都在他身上，他必须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撑住。身后是一条光点形成的路，雪蛇沿着那光点爬过，欢快的像条贪吃蛇。雪蛇爬过，光点消失，随后又爬到景玉身边，兴奋的想靠近，却见靠在景玉肩头的男人蓦地睁开双眸，黑沉的眸子如同带着实质的威压。雪蛇本能的察觉到危险，一瞬间消失在景玉身后。南允城重新合上眼皮，出生到现在的意志力此刻全部都用在了压制内心深处的欲望上。景玉认命的当抱枕，一开始还身体僵硬，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后来渐渐麻木了，或者说他整个人都麻了。本来还
还强撑着，后来实在撑不住，脖子麻，腿也麻，他拍了拍南允成的后背，差不多可以了吧你？被你累死了快！察觉到怀里人的挣扎，南允成的手指从他的蝴蝶骨沿着脊椎一路滑至腰椎的地方，手掌覆盖在景玉腰上，气得景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景玉全身僵硬，她要是个女的啊呸！要不是南允成不知道她是女的，他真觉得南允成是故意的，这动作分明是在非礼他。幸好南允成的手掌只在他后腰上停留了一瞬，随后便撑着膝盖缓缓站起身。景玉盯着他的脸看，有点疲惫，但是脸色如常，没有躲避，没有害羞。难道是他想多了？可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你身上的伤。喂，何人伤的你？舒心没这个本事。我自己弄的。南允成，你说神奇不神奇？我的血滴在植物上会发光，我就是沿着它光点呢。刚刚真的有，现在不见了。先别，我证明给你看。胡闹，无需你证明，本王信你。你都没看到，只要是你说的，本王都信。那我要是说你家的金库交给我管比较靠谱，你也信？信。那等回去你把你家金库钥匙给我。金库无锁，你若想借，与赤境说一声便是。你这么嚣张啊，不怕被偷啊？除了七王爷，无人能偷摄政王府的东西。说的好像我多猥琐似的。忍一忍，一会儿就好。南允成，你怎么一副哄小孩的样啊？用得着那么费劲吗？止个血包一下，他自己会好的。七王爷，你若不能照顾好自己，就别怪本王越俎代庖。你敢凶我？我还没跟你算账呢，谁让你进来的？既然我进得来，就一定可以自己走出去。此阵复杂，生门暗藏杀机，一旦出不去，那也用不着你进来送死。七王爷又怎知本王破不了此阵？既然七王爷可破死门，本王困于死阵便也可破。可七王爷方才主动出阵寻找，是怕本王破不了。七王爷，你在担心我？什么叫担心啊？我只是不想你因为我死了，人命债我可不欠。我没有担心你，我只是不想你死而已。南允成，你报上瘾了是不是？撒开！小七，我很高兴。你倒是高兴了，我不高兴。你给我撒开！你要抱到什么时候啊？南允成毛病可真多，不高兴了喜欢压着他，受伤了喜欢抱人，每次受伤的都是他。行了，还出不出去了？受了些伤，有些冷。发烧了吧？明明身上烫得跟个火炉似的，抱着他都把他抱热了，居然还寒冷。算了，先出去吧。七王爷还想放自己的血？没有。跟我走。南允成，我自己能走。七王爷莫不是在害羞？倒也是可以理解，毕竟七王爷日日觊觎本王，欲结断袖之情，如今这般情难自禁，害羞也是应该的。景一惊，南允成这是在玩火，看来摄政王倒是很明白我的心思。既然明白，何不从了我？夜色撩人，春宵一刻值千金呢。感觉到南允成身体微顿，景一愈发的得意，并且得意忘了形。摄政王啊，天为被，地为床，无人打扰，正是好时候呢。景一捏着南允成的手，掌心从他的掌心清侧而过，肌肤相贴。七王爷喉间压抑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老实一点。景一傲娇的哼了一声，小样，跟他玩这个玩得过吗？这一局他胜，赢的感觉不错。景玉走路的姿势都骄傲了起来，昂着头不看路，随便南允成拉着他。南允成，你到底行不行啊？实在不行，还是等天亮吧。南允成忽然停下，哎呦，急刹车打个灯好不好啊？什么？没什么，你停下来干什么？找到出口了？不曾。此间阵法已破，但密林太大，需要找到出口，须得飞上去。我不会飞。知道七王爷不擅长，本王带你出去。南允成就拦腰将他抱了起来，手还在他腰上掐了一下。等等，你先放！南允成已然腾空而起，脚在树枝上轻点，腾跃而出。景玉揪住南允成胸前的衣襟，在心里大骂南允成小心眼儿，这人绝对是故意的，就是报复刚刚没有撩过他。杀千刀的南允成，景兄，景兄！南允成安稳的落地，将景玉放下来。景兄，你总算出来了，吓死我了！景兄，你怎么变大了？牧野把南允成抱了个满怀。小牧野，咱们摄政王身材这么好，抱着舒服吗？南允成，你干什么？七王爷身上有伤，不能抱。是吗？他看了南允成一眼，却见他忽然皱眉，口吐鲜血。我去，南允成，什么情况？中毒了，吐血就好了。你说的这叫人话？赶紧给他看看。本尊又不是大夫。我景兄让你看，你就看看呗。雪明叹气，走上前给南允成搭脉，嘴角忽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看来不是毒气攻心，是欲火攻心啊。什么玩意儿？学主倒是样样精通，略知一二。雪明看懂南允成眼底的警告，后退一步，休息一夜便会好。大雪球，你别欺负我不懂医术啊！吐血这种事，休息一夜就好了。别人不行，他是南允成。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休息一夜不好，我可要找你麻烦。本尊说了，本尊不是大夫。我景兄弟说，你把了脉就是你的责任。本尊若是把出喜脉来，难不成也是本尊的责任？按我景兄的脾气，说不准哦。他什么时候能讲些道理？我景兄一向不怎么讲道理。血蛇缠在雪明胳膊上，惆怅地望着景玉离开的方向，脖子伸得老长。
亡。看到这一幕，雪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以血饲养小银10年，才能得他认主。这七王爷哪里冒出来的怪物，居然让小银惦念不已，而且小银显然在食用了景玉的血后，更加的灵活有力，真是怪异的很。我景兄都不关心我了，居然都不带我一起走。哼，本来你也不需要。谁说的？我景兄不过是看在南云城受伤的份上，才会对他好的。要是我受伤了，我景兄一样会照顾我。只有你，要是你受伤了，我景兄肯定不会亲自管你，到时候又得劳累小爷我。你最好别惹麻烦。本尊惹麻烦？你百炼宫的麻烦尚且未解决，竟然说本尊惹麻烦？你若是敢将此事告诉我景兄，跟你玩命！你以为你自己能对抗百炼宫？不用你管。我说南远城，你也太沉了吧！辛苦七王爷，先前丧魂香未消，又受了些伤，身上无甚力气。景玉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没力气就老老实实的在树林里等天亮，逞什么能啊？非得用轻功飞出来，活该。不过想想南远城也是为了救他，他便压了压脾气。南远城，你摄政王府的赤羽卫呢？主子受伤了，怎么没一个出来迎接的？暗处，赤渊接收到自家主子的眼神，将身形隐匿得更深，假装自己不在，同时给其他赤羽卫打手势，按兵不动。本王许久不曾受伤。言外之意是，赤羽卫没想到他会受伤，现在不敢来照顾。王爷，王爷你怎么了？王爷，你这是？是你个头啊！过来搭把手，把人扶进去。哦。林峰硬着头皮走到南远城的另一边，小心翼翼地用2根手指头捏住南远城的袖子，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刚刚那一瞬，摄政王好像瞪了他一眼，总觉得后脑勺一阵阵阴风。他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心里发毛。景玉费劲巴拉，终于把南远城扶进了房间。看到林峰绣花一样的兰花指粘着南远城的衣袖，时不时还回头看，气得差点犯了脑血栓。林峰，你就是这么干活的？王爷，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哼，做贼心虚的人都这么觉得。王爷，我没有。你留下照顾摄政王，我累了，回去睡觉了。有什么事你就指使林峰，他偷懒就直接杀了。王爷，你让属下给摄政王上药，属下不敢呐。上个药有什么不敢的？赤境大人说，摄政王受伤时谁都不能接近，否则杀无赦。听说自10几年前开始便是如此。既然他不让人接近，那我们都走吧，让他自己休息，明天再说。南远城无语，急火攻心。南远城眉心微蹙，血从嘴角流出，他抬眸，双眼通红地看着景玉，漆黑的眸子幽深的像一洪水。景玉看着南远城的样子，心脏忽然疼了一下，疼得他直皱眉。南远城受伤是不让人接近，应该是防备心在作祟。不过南远城只是看了他一眼，就低下了头。可那一眼，他怎么觉得这人有点委屈的样子呢？七王爷先前在西南赤羽卫受到重创，不知可否借林峰一用？现在林峰能有什么用啊？王爷，属下现在很有用的，今日一整天都在帮赤羽卫的兄弟们做事。是，林峰如今功力大进，寻常赤羽卫不是其对手。拿走吧，反正我留着也没用。那个南远城，你别发疯啊！我给你上药，不许抱我，不许压我，不许动。七王爷在怕什么？怕你发疯。不是说你受伤的时候不许人接近吗？万一我给你上药的时候，你给我一爪子，那我可扛不住。七王爷若不放心，可以将本王手脚捆住，如此便可安心。好想法啊！景玉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满意的拍拍手，这下可以安心的上药了。不过景玉一下犯了难，这下南远城不能自己脱衣服，就得他帮忙脱啊。这场景怎么莫名有点怪异？一个大男人手脚被捆住，呈大字形在床中央，非但不慌，反而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南远城，你被绑成这样，还笑得这么开心，你手底下人知道吗？应是不知，伤口太疼。对，有时候人痛到一定程度，会不由自主的想笑，这是身体本能。他不再犹豫，3两下扒开南远城的衣服，露出精壮的腹肌，上面2道伤口，肉都翻了出来。景玉皱着眉，止血上药，动作利索，一气呵成。南远城，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问你的伤，你跟我说无碍，这叫无碍？死了才叫有爱是吧？小七，你可知为何本王以往受伤时不许人接近？怕有人害你呗。非也，本王即便伤重也有自保之力，但那些能够近身替本王医治的大夫却会受人威胁，妻儿老小不得安宁，逼迫他们在伤药上动手脚。所以你是不想他们被人威胁，所以放言受伤时不许人接近，不许人医治。正是。那你受伤了怎么办啊？自己动手。后背呢？自行痊愈。以后找我，没人敢威胁我，要给诊费的。好。南远城，以后我陪着你。南远城是真心对他好。老怪物们说，杀人归杀人，也要知恩图报。以后你需要有人替你拼命，就找我。七王爷，本王记得曾说过，你这次以命相搏的性子，要
改。为什么要改啊？好用着呢。景玉得意的昂头，打架的时候讲究的就是一个气势，他敢拼命，敌人不敢，那就是他赢。遇上实力不济的，吓都能吓死对方。会心疼。景玉一下愣住，对上南允成的眼神，男人黑色的眸子像是涌动着百种情绪，无奈中夹杂着温柔，温柔中带着眷恋，眷恋之下是浓重的担忧。南允成，你别以为你说这种话就可以不付诊费，我不吃这套。自小接触的人，要么拿他做赌注，要么想杀他，要么恨他，要么害怕他。南允成居然敢说心疼他。南允成盯着某人白皙的后颈出神，沉默了许久，景玉好半天才把那陌生的情绪压了下去。他忽然去解南允成的腰带，门下的一瞬间挣脱捆绑手腕的衣服，抓住他的手腕。七王爷，你要干什么？我给你处理下半身的伤口啊，脱裤子啊。我自己来。大家都是男的，你怕什么？他10岁就开始研究男女生理结构了，男人下半身几块骨头几块肌肉他清清楚楚，居然还不让看，他还不稀罕呢。南允成啊，你这赤羽卫有点弱啊，居然还要林峰帮忙，我从来没想过林峰居然还有能帮赤羽卫的一天。还有啊，自己主子受伤了也不知道来伺候，有什么用啊？赤羽卫遍布九州，在东隅的只是部分，他们的任务是暗杀和收集情报，不是伺候本王。至于林峰，他虽天赋不高，但有颗乐观向上的心，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赤羽卫也还行吧，别让别人把金库偷了就行。好，暗处主子对七王爷言听计从，日后还有我等落脚之处了吗？我已是七王爷的人。主子已准我入东营，到七王爷麾下训练。赤渊一呆，他望着漆黑的天，心哇凉哇凉的。赤月，我好想你啊！赤月远在北雪，只怕收不到你的想念。哼，叛徒！屋里景玉撑着脸看南允成系腰带，眼睛都不眨一下，明明是再平常不过的动作，怎么南允成做起来就格外的好看？肩宽腰窄，不袖整理时眉眼微垂，透着与生俱来的高贵，让人觉得高不可攀。七王爷在想什么？在想咱们摄政王如此风神俊朗，事后会便宜哪家的小娘子？哎，南允成，我听说男女成亲后，家里的银子都要归女子管，日后你成亲，把你金库里的金子银子都给我吧，我帮你管着，省得你成亲后囊中羞涩。好，妥。景玉喜滋滋的。七王爷，以后若想与谁做朋友，记得要找本王替你相看。你看什么？人心难测，我又不是小孩子，交个朋友还得过你那关。无妨，日后你所识之人，本王定查得清清楚楚。南允成，你有病吧？你是我什么人啊？管得也太宽了。小七，听话。景玉一动不动，大脑一片空白。南允成视线往下，落在眼前人因为讶异而微微张开的红唇上，喉结滚动，身体不自觉离得更近。景玉眼睛瞪得更大，干什么？南允成干什么？他什么眼神？两人灼热的呼吸几乎混在了一起。景玉脑子飞速转动，忽然蹦出来一句：那你觉得乔任怎么样？能当朋友吗？南允成似乎是被惊醒一般，一瞬间回神，低低的嗯了一声，只怕是都不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你脸怎么这么红啊？发烧啦？给我看看，身上有伤在发烧，那可是要出问题的。无事。哦，有事得说啊，你要没发烧还热，就脱衣服呗，穿那么多。小七，日后我若做了你不喜欢的事，你可会厌我？不是吧？你想把金库给你未来夫人呢？行吧行吧，我不会因为这事讨厌你的。本王的一切都是你的。谁稀罕呢？不许碰我脑袋。景兄，舒心跑了，我喂他吃了我的虫子，想着等景兄你回来处置他。那虫子天亮前若不取出来，他必死无疑。而且大雪球还点了他的穴，没想到竟跑了。有人救他？那我不是祝云陵复国的南疆人吧？与此同时，一条阴暗的小巷中，竟然是百炼宫的人，还真是意外之喜。你确定给你喂虫子的人与景玉走得很近？是在皇宫，七王爷还曾当众维护与他，看起来关系亲密。舒心声音虚弱，那虫子差点要了他半条命，幸好大小姐救了他。哼，百炼宫看来是天助我也。舒心谢大小姐救命，景玉已经被我困在了师父的迷阵中，今夜必死。他恨景玉，哼，自以为是。你可知你那师兄已入了阵？什么？那可是死阵，师兄怎么会为了七王爷如此冒险？是啊，怎么会为了他如此冒险呢？本小姐也很好奇，东夷南域城如此赫赫有名的人物，何以会为了一个跟自己有家族仇怨的人，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说起来，本小姐倒是对你那师兄越发的感兴趣了。相貌英俊，身材高大，有权有势，又有勇有谋。若这世上有何人能配得上本小姐？如此看来，是非他莫属。大小姐，
喜欢我师兄。收起你这副求而不得、满心嫉妒的模样，就你这样，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南允城正眼相待。不过你若是乖乖听话，日后本小姐与他喜结连理，倒是可以让你做个侍妾。只要能跟师兄在一起，舒心做什么都愿意。很好，你与景玉联姻已败，杀他的事不需你做了，专心治理你云灵国吧。在东夷几年，还在南允城身边，耳濡目染，也该学会了些治国本事。退下吧。是，舒心告退。大小姐，摄政王已经带着七王爷回了摄政王府，看起来受伤不轻。意料之中，让底下人最近都安分一点。今夜我就走舒心，南允城势必会查清，若是查到谁，及时处理了。是，不过大小姐，摄政王伤重，不若我们趁机栽赃到北渊头上，到时候东夷北渊两国交战，正是好时机。你以为就你聪明，南允城便是只剩一口气，也不是你我能动的。此事我自有分寸，你现在立刻着人去查百炼宫的位置。七王爷，景玉眨了眨眼睛，想起来了，昨晚快天亮的时候，他觉得饿，南允城让人送来一桌子吃的，木野和雪明非要喝酒，然后他也喝了点，吃饱喝足，他好像就睡着了。景兄，小木野，你怎么在外面啊？昨夜我喝多了，不知为何在门口睡了一夜。无耻！什么情况？不知本王也喝醉了。算了，小问题。今天摄政王会给你安排官职，不过虽然表面上你要听他的，但实际上要听我的，知道了吗？你是我的人。七王爷与摄政王不是一家的吗？当然不是啊，他又不跟我结拜，结拜了就是一家人。不结拜也可以。干嘛？当亲家？那还早着呢。记住我的话，不然我杀了你。是，一切听七王爷之命。景兄，口头威胁多没劲儿啊！我有虫子，喂他吃了，只要他不听话，就让他死得很难看。悄然后退一步，在他后退时，身上突然掉下一朵白黄相间的花，很小的一朵花。一瞬间，木野脸上的血色退得干干净净，盯着那朵花，身体僵硬不动。不用那么麻烦，我相信他。木野勉强地扯了扯嘴角，不动声色地踩住那花。都听景兄的。雪明皱着眉，视线落在木野踩住花的那只脚上。去皇宫的路上，南允城，你觉不觉得小木野不太对劲呢？要是往常，他肯定会跟着一起去皇宫的。今天居然说想睡觉，自有人管他。谁啊？雪明，他天天惦记小木野的虫子，怎么会管我家小木野？你家七王爷家中可还有谁？景玉不明白南允城怎么这么会歪重点，那可多了去了，我家小景逸啦，我家林峰啦，身后跟着的乔任一个踉跄，默默地减缓脚步。你是你家的呗？这人怎么总关注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南允城凝眉思索，没再说话。不知不觉，两人便到了御书房。七皇叔，你昨晚怎么自己就走了呀？昨晚临时有事，忘记跟你说了，下次不会了。皇上，你指吧。擢七王爷为兵部参事，主理兵部一切事宜。郊外，给我滚出来！少公主莫生气，属下知道你不喜在外暴露自己的身份，可公主有急令，属下逼不得已才请出飞花印。百炼宫独有的一种花，名为转运花。转运花由百炼宫的湿气养成，花心伴有湿香，能养蛊虫，只不过最多持续1克重。以前百炼宫经常让幼童带着转运花去送给路边的人，谁若接了，蛊虫立时入体，神仙难救。原本心情很好的收到孩子送的花，可却转瞬毙命，视为转运。后来江湖皆知此种害人手段，便无人再接陌生人的花，转运花就变成了百炼宫的一种标志，外人鲜少知道，只用于通知自己人相见。比如现在节令多节，小爷想试试，你若死了，可还会有人来传令？少公主莫恼，属下以性命担保，定会有人来传令。这一次是公主亲自下的令，要少公主必须完成。说，公主亲令，不惜一切手段取东宇七王爷景玉之性命，少公主不必如此动怒。公主说了，若实在棘手，便对其下蛊虫1克。另外，公主命少公主尽快回百炼宫。为何突然要杀七王爷？此事属下也不得而知，不过公主说了，此为死令。公主早说过，现在的你不是南允城的对手，可你自认为带着孟玉楼就能与他一较高下，结果却被南允城给一锅端了。不过少公主好手段，不仅没有死于南允城之手，竟还能自由出入摄政王府，属下真是望尘莫及呀。反正你自小就是有让人喜欢你的本事，看你与那七王爷交往甚密，取他性命也是易如反掌。你们监视我。少公主以为呢？你想死在小爷手里，小爷偏不成全你，废物一个，也敢在小爷面前阴阳怪气，给你脸了是吧？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有点天赋，才让公主对你刮目相看吗？杀南允城是你自己的事，可杀景玉却是百炼宫的事。此事若败，公主定不会饶你。少公主舒服吗？被迫杀自己的朋友爽吗？啊！木野紧紧地捏着拳头，杀景兄，
他做不到。少公主，令我可是传到了，违抗公主死令是什么下场，你应该很清楚。属下真是好期待听到七王爷死于孟玉楼之手的消息呀！突然，一根树枝从驼背男子大笑的嘴巴直穿而入，深入咽喉。吵死了！你敢杀我！末将参见摄政王。南允城挥挥手，莫风便离开去追牧野他们了。七王爷便是这般平衡文臣武将，将两边的仇恨都转于自己一人身上。七王爷莫不是以为自己是铁打的？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明日早朝，本王会撤了你的兵部参事，与你良田府邸，从此朝堂之事与你无关。这怎么还玩不起了呢？那么大的官儿，你说撤就撤啊？本王说撤，无人敢拦。你牛皮行了吧？我不同意，我还没玩够呢。明枪暗箭，性命攸关。听话，没有你，本王一样可以制衡。我不。小七，若是你因此受伤，你要本王如何？哼，笑话，谁能伤得了我？再说了，要是有人伤我，你要帮我报仇啊？大家这么好的兄弟，你总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被害吧？你会帮我的吧？南允城垂眸看着眼前人眸中的狡黠。那不结了，有你在，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乔任已在兵部任职，过段时日，我会寻个由头撤了吴启元，升乔任为兵部尚书。到时候你便不必如此两边为难。你要撤吴启元的职，不怕钟老头血溅仁德殿呢？吴启元任兵部尚书和吏部两职，要撤一职不是难事。钟义文也不会轻易血溅仁德殿。你注意点啊！现在我是你仇人，保持距离。你这么快就让乔任升尚书，这么看好他？此人满腹经纶，行事灵活，可堪大用。才入兵部办事，就已经摸清各官员之间的派系关系，倒是有些本事。就是说他挺厉害的，是吧？那可是我的人。如今七王爷家的人是又添了一员了。跟我俩混熟了是吧？天天动手动脚的。南允城轻笑：景兄，景兄，这么快就回来了？那老匹夫有病，稍微吓唬一下就犯病，我怕把他弄死了，就赶紧让那些兵把他带走了。不过景兄你放心，大雪球给他吃了，吃叫什么来着？化骨丹。对，听说吃了之后夜夜都要承受骨痛，痛不欲生呢。你们好残忍呐！景兄，你下次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可以不要这么兴奋。学主辛苦。这话一出，雪明直接暴走，咬牙切齿地瞪着南允城。南允城，你信不信本尊灭了你东宇？他堂堂学主，竟为敌国办事，简直是人生污点。学主尽可一试，别以为本尊不敢。我赌南允城赢。我赌大雪球，他好多毒药的。他上次的寒毒还没有好全呢。对，那我也赌南允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景兄说，赌你们两个打起来谁能赢？我觉得南允城一定不是你的对手。南允城勾唇，看景玉的眼神满是宠溺。七王爷说的是。雪明一呆，他冷哼一声，拂袖离开。这几人真是没一个脑子正常的。景兄，今晚我们一起睡好不好？行了，没人注意，有人的脸瞬间黑了下来。七王爷啊，明日摄政王府设宴，你可要来？干什么？本王生辰。你明天生日啊？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没准备礼物啊。七王爷来便好。去，好兄弟过生日肯定去。我也要去。学主寒毒发作，此刻怕是需要人看护。你怎么知道？刚刚走的时候我还好好的。强撑罢了。景兄，别忘了今晚我们一起睡。行，你去吧，看大雪球有没有事，有事来找我啊。好。南允城一直看着景玉，眼睛都没眨一下。景玉无意中看到他的眼神，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七王爷，今夜可否陪本王去个地方？去哪儿啊？南山。提起南山，景玉就知道南允城什么意思了。他是想跟家人一起过生辰吧？他爽快的点头，好，我陪你去。南山墓室里打扫得很干净，如果不是墙壁上留下的一条条刀痕，景玉都快忘记自己曾经在这里大展身手。我还是挺厉害的嘛。小七，这是我母亲。南夫人好，我是南允城的好兄弟。父亲母亲，他叫景玉，而终身所守之人。喝了吧。景玉点头，直接闷头干了。哎，南允城，你带我来就为了跟南将军和南夫人说这个？母亲曾嘱托，若寻到终身守护之人，要带来给他看。南允城目光灼灼地盯着景玉，眼底隐隐有期待。你爹娘管的还挺多的，那万一你要保护好多人，还得一个个都带来看呢，也不嫌麻烦。南允城无语，他深深叹气，面向南将军和南夫人的棺椁叹道：而选定的便是这般人。直觉告诉景玉，南允城似乎在说他坏话，但是毕竟当着人家爹妈，他也不好发作，只当不知道。这时南允城突然递给他一个长长的木盒子，这是什么呀？景玉接过，母亲送你的见面礼，打开看看。哈，
南雨城，你娘好大方，我是不是第一个接见面礼的呀？那你这样好像有点亏啊，以后你每带一个人来都要送一次见面礼啊，够送吗？我的应该是最好的吧，咱俩这关系那么好，不是最好的我要不开心的。是你的是最好。景宇美滋滋地打开盒子，看清盒子里的东西时，好漂亮啊！景宇小心翼翼地从盒子里拿出发带，表面上是红色的绸带，手指捏上去，能感觉到绸带之中细细密密的银丝，细得像一缕缕流苏，可又不似流苏那般软，硬是可以随便变换发带的形状。景宇几乎能想象到这发带戴在他头上是什么模样，一定是又帅又漂亮，他真的好喜欢。我帮你戴上。不了，不喜欢啊？不，我很喜欢。就是吧，这个有点娘，呸，太好看了，太招摇，缠手腕上吧先。实在是这玩意儿太漂亮，他要是戴上，一定会特别像女人。南雨城不怀疑才怪。七王爷倒是识货啊！此铃为缠骨铃，是母亲还在行走江湖时的贴身武器，平时用作发带，对敌时便是武器。缠骨铃可随意变换形状，便是打成死结，只要摁这里，它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南雨城，你生日还送我礼物，应该我送你的。以往我从未想过什么，天下之大，我想要均可收入囊中。可现在我有想要的了。说要啥？兄弟无论如何给你抢回来。时机未到。怎么了？你要什么东西啊？还得等他开花不成？确实如此。他抬手拍了拍景玉的脑袋，转了话题。可会想念母亲？我不懂有母亲是什么感觉。南雨城心疼地看着眼前人白净的额头，手不自觉地蹭了蹭发顶，随后他的手忍不住滑落至景瑜的后背，却生生止住了力度。以后有我在。你家有什么用啊？我会照顾你，像我母亲曾经照顾我那般，这样你便知道有母亲是何感觉。我去，你居然想当我妈？呸，居然想当我爸爸！景瑜这个气啊，难怪不愿意当他大哥。他拿南雨城当兄弟，这个人居然是想当他爸爸，太过分了。在景玉的认知里，当爸爸意味着压制，南雨城想压制他，做梦。对于景玉的暴走，南雨城仍旧是淡定。他不懂景玉的点，但他知道他刚才是又对牛弹琴了罢了，只要这人在他身边便罢。哎，南雨城，你怎么不把南将军和南夫人的画像还有牌位什么的一起摆出来啊？只有棺椁和贡品，一点不隆重。南家上下死亡真相未明，不可贸然暴露此地为南家墓室。你觉得到底为什么我父皇要赐死南家呀？不知。他望着景玉的背影，便是最坏的情况，他也不会让此人父债子还。你要不要听听我的分析？你想说什么？你看啊，已知我父皇跟你父亲的关系很好，而且为了给你权力，父皇不惜让小景逸的帝王之位不稳，抛掉他赐死南家这一因素，皇家与南家本该是世代之交，关系很好。是，父亲与先帝先前是至交，关系很好的朋友突然翻脸，要么为情，要么为权，这两样都可以直接排除，你觉得呢？先帝信任父亲，有时更是直接将玉玺交予父皇，即便父皇先斩后奏，先帝也不会多说什么。至于情，更不可能。先帝一生唯爱姚妃，就是你母妃。那就剩最后一个原因，外力，不可抗的外力。或许有这样一个人逼我父皇杀死南家上下，我想这个逼迫的理由一定很可恶，甚至于南将军根本就是自愿赴死。若真是如此，为何先帝不告知真相，瞒我何意？这个我猜是那个人很强大，强大到你也不是对手，我父皇为了保护你，所以不告诉你。我只是猜测呀，但他觉得自己猜得很有道理，因为他以前就经常充当那强大到让人不敢寻仇的角色。其实也不完全对，我瞎说的，你别介意啊，毕竟那人要真是那么强，还非要杀南家所有人，怎么会放过你呢？对不对？那日你离开墓室后，我又回来了一次。这壁画以先帝与父亲相交相识的日常为内容，可细看其中，每一幅壁画除了先帝与父亲母亲外，下人均有不同。方才我查了一遍，壁画之上不同之人共145人，正合我南家人口。我还记得过墓室时一共145口棺材，正是南家的人数，也就是说南家包括南允城在内，原本145人，壁画上是这个数，棺材也是这个数，说明南允城原本是要死的，有人做了他的替死鬼，别让老子知道是谁。墓室中有一尸体为宦官，为了查明南家人的死因，除了父亲母亲，他验了所有人的尸，当时还觉奇怪，如今看来确实有迹可循，是我父皇安排的。应该是。看来我父皇跟你父亲的关系真的很好啊，
可到底是什么事让南将军甘愿赴死？为了保住南允城，还要找一个替死鬼交差。须得庆幸你我之间并无深仇。庆幸什么？你还有个不知道躲在哪里的强大敌人呢。那又怎样？不是七王爷说的，天若弃我，天亦可弃；事若疑我，事当戮灭。七王爷可愿陪本王走这条逆天之路？我啊，一直走在这条路上。知道你心情不好，做兄弟陪你喝酒解闷儿，实在不行再去藏花阁给你找个花魁，看看美女，心情总是好的。本王没有心情不好，也不需要花魁。你看你都气成这样了，还说没有心情不好。景玉强行塞给南允城一杯酒，来干。南允城无奈饮尽杯中酒，两人随意靠墙坐着。景玉伸手去勾南允城的肩膀，手不够长，只能虚虚的搭在他宽阔的肩膀上。他凑近南允城，肩膀靠着他的。南允城，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他对这种阴损暗杀的事最擅长了。南允城侧眸，景玉晶亮的眸子近在咫尺，清晰可见翘起的睫毛。他的眼神定住，本想调侃景玉，大脑却突然一片空白，不知怎么说了句：那就多谢七王爷保护了。景玉骄傲地昂着下巴，不知死活的还在往南允城身边蹭。放心，有我在，你就不会死。两人之间的距离没有距离。景玉半个肩膀靠在南允城怀里，右腿霸道地压住南允城的左腿。对于南允城落在他腿上的视线，他的理由很充分：我腿疼，受不得长。想到先前在此地景玉断了腿，南允城也便由他搭着。景玉又给他倒了杯酒，来，祝你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允城无语，两人就这样一杯酒一杯酒的喝着，喝到一半，景玉突然道：我怎么感觉我忘了什么事啊？南允城不动声色地给他添满酒。不曾。是吗？景玉想着，他的事南允城好像比他还清楚。他说没有，应该就没有吧。他放开了胆子喝。与此同时，东营策应军营门口，牧野望眼欲穿，也没等到那抹红色身影出现。这时雪明缓缓走近。本尊说过他不会回来了，你若一定要人陪你睡，本尊陪你便是。我才不。怎么了？牧野正要对雪明，却见他脸色白得几乎透明，雪白肌肤衬托之下，瞳孔黑得吓人，眉毛上甚至结出了细小的霜花。无碍。牧野蹙眉，伸手去抓雪明的手臂。雪明眉心微蹙，内劲冲出，却在最后一刻收了回去，任由牧野抓住他的手臂。你的寒毒不是才发作了一次吗？雪明的身上凉得像冰块，狐裘表面都是冰凉一片，更莫说是身体。说了无碍，内劲澎湃没收住而已，你睡不睡啊？牧野望向营门口的方向，很是低落。景兄真的不回来了？你以为南允城是圣人吗？拽着牧野往营帐去。本尊怕冷，正好借你暖一暖。若是往常，牧野定要跳脚咒骂雪明一番，可现在他却提不起精神来。他想景兄，牧野念念不忘的景兄此时已经喝嗨了。南允城，我跟你讲啊，我会保护你的，真的，用命保护。景玉突然一咕噜爬起来，跑到南夫人的棺椁前。南夫人，谢谢你的礼物，我接了你的礼，以后你儿子就是我罩着的了。说完，他一个大鞠躬，脑门往棺椁边缘撞去。南允城脸色大变，劲风扑向景玉，人已至其身后，拽着景玉往后退了一步。怎么了？怎么了？见景玉睁着迷蒙的眼睛看他，心顿时软了下来，柔声道：差点伤到自己，若你受伤，如何保护我？我会保护你的，真的。南允城，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啊！他想南允城一直对他这么好。墓室之中，烛火跳跃，本该是阴冷恐怖的环境，此刻却异常的让人觉得温馨。一向是争强好胜的人，此刻像个要吃糖的孩子。南允城喉结微动，嗓子干得疼，出声才觉沙哑。小雪，可知我是谁？南允城，你喝醉了，你这酒量也不行啊。算了，酒量好也没什么用。景玉小嘴巴嘀咕个不停。不过等你酒醒了，你得记住要跟我做一辈子的好兄。唇瓣上传来温热，未说完的话被堵在唇舌间。南允城的脸近得令人目眩，他甚至能看清楚他根根分明的睫毛，还有那幽深的让人越陷越深的黑眸。蓦地唇上传来疼痛。南允城，你咬我干什么？南允城一时不察，被推倒在地上，神情却没有丝毫不耐，却是愉悦居多，其间还夹杂着些许的不满足。他舔了舔嘴唇，自是回味。你不跟我做一辈子的好兄弟，我怎么保护你一辈子？你还咬我，有没有良心啊？今天这事儿当着你爹妈，我也占着理呢。南允城眼角眉梢都是笑意，这人如何能这般可爱？对不住，他没忍住，这人的滋味实在是蚀骨销魂，唇瓣又软又嫩，还带着酒香和水甜。他的自制力
仿佛从未有过，用力吸吮之下，竟是弄疼这人了。简玉难受地揉了揉嘴唇，总觉得浑身都不舒服。这时南允城理智回归，一本正经地解释：方才想尝尝那酒，见齐王爷喝起来很美味的样子。你又不是没喝，不都一样的酒吗？奇奇怪怪的，你今天。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可是又说不上来。他感觉不到南允城的杀气，但是却觉得刚刚那一瞬间，南允城似乎是想弄死他一样。虽是一样的酒，可总觉得齐王爷喝得更为享受，便想尝尝。景瑜此刻就已醒了大半，但是仍旧想不通刚刚南允城的动作是何原因。下次你要尝跟我说，咬人可不行。好。景瑜还是觉得不舒服，可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就觉得心里痒痒的。他忽然瞥到手腕上的缠果铃，想了想，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看在南允城生日的份上，他不跟他计较，下不为例啊。南允城了一声，望着景瑜的眸子带着浅笑，还有一丝难以割舍的眷恋。翌日，景瑜醒来时才发现南允城没带他回东瀛，居然回了摄政王府。景兄，景兄，王爷，王爷，怎么了？摄政王让属下给你送吃的。吃的呢？被穆少爷吃了。景兄，你昨晚跟南允城睡，都不跟我睡，太偏心了。景瑜突然想起昨夜被南允城咬那一下，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又出现了。谁跟他睡了？那个大雪球呢？怎么没跟着你啊？不知道，一觉醒来就不见了。他要是走，谁能看得到啊？奇怪啊，他平时不都跟你跟得挺紧的吗？今天什么情况啊？景兄，你言而无信，你说好跟我睡的。今晚好吧，又不差这一时。乖啊，小牧爷。牧爷很是不满。那就好。今晚他就要走了，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景兄，我们去逛街吧。不去，累。给南允城买生辰礼。景瑜一下犹豫了。你看，你心里就只有南允城。不远处，正往这边走的南允城身形一顿，随后脚步加快，轻盈的像是要飞起来。牧野更加生气，胸口不停地起伏着。小牧爷，你没事吧？他怎么觉得这孩子今天特别暴躁，心里像是压抑着一团火，都快把他自己烧崩溃了。小牧爷，有事跟我说，我会帮你的，南允城也会帮你。他哪有那么好心帮小爷我让他帮你。齐王爷说帮，本王不会推辞。我没事，也不需要帮忙。景兄，你不去逛街，我自己去了。跟着他。是，王爷。景瑜看着牧野的背影，小牧野不太对劲呢。